是割据的话，其实对于守墓人来讲也会相对来说危险一些，因为毕竟你牵制起来压力也很大。压力其实挺大的，对守墓人的话，他就是你感觉我自我牵制的时候到了这个选点，幸运儿可以肆无忌惮的先把小船风车那个箱子给摸了啊。 后面就稳稳的去发育一下嘛，后对面看一下能不能再去二救，或者说扛一下2次牵制的一个压力。对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那也是白鹿这边既然选择了原点啊，那就不犹豫了，直接上大船开始追击木偶师。对，两边的话是2个方向的一个楼梯啊，这边的话阿策不太确定白鹿上来的一个具体位置，稍微等了一会儿。对，这个点就是贴脸是非常快的啊，交出一个回速，阿策这边下楼梯，同时交出自己的路易。这刀啊，白鹿是不打算先拿一刀。主要是这边你进入到了一个大空地，你可能要很快的交2次变身才可以。想架在这个板区，翻过去利用一个反弹射，但还是跑不太起来啊。这边的话，3段给到一刀，还是消耗的比较快的。主要你这段再不打的话，你击倒他可能只有半阶，是吧？存在感。万一直接抽倒了，那闪现还有10秒钟才好啊。是，那一台半啊，整体算下来是1台半。对。闪现还在手里，闪现 CD 是刚刚好，然后再把人挂到海边。不过好在外围2个化险为夷都在啊！看看这一波，第一波是吴昕过来救，还是说是赤红的教授过来？赤红教授应该是在附近的啊，在海景房就近救一下吧，因为本身密码机就不太够嘛。这个时候再调远端的人来的话，后面就更补不上了。对，就是雪上加霜了啊！对，赤红这边贴近椅子，哦，也是想再稍微卡一下，而且刚才也不能直接扯啊，因为手里他是有一个闪现的嘛。对，这边。教授选择没有交鳞片啊，正常吃一刀救下来。那也是直接原地修一下海边的机子了。主要是你如果2波都是有化险为救的话，其实对于阿策来讲没有什么其他牵制空间了。对，对，但是你看阿策这个走位，明显就是要去找吴昕，让他再来救一波。看一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安排，应该没有的话就是吴昕那边，而且吴昕他还亮不了，他那台才70多密码机，他亮不了，得过来提前过来下铲准备救援，要不然还不好救了。这个局的节奏对于 GR 来说是非常不好的。白鹿这边是不想让吴昕去无伤救援啊，还是想去打状态，但这样的话呢，消耗的就是木偶师的一个上野进度。然后可以拖一些时间哦，这边鳞片反应非常快，还是一个无伤救了。那这边就再补一刀。补一刀。但是要注意木偶师，他如果让他活出化险为夷的话，他还能溜。但这里边如果交闪现的话呢，又有点亏，因为这时候底牌已经是赚好了的。如果拿这个传送去续2手节奏的话，会比较好一点。看一下闪现能不能省啊，省不下来，没有省下。对，那这一局的话 ，GR 的战术目的还是达到了，让挂飞的阿策把监管者的技能闪现给逼出来，这样的话呢，外围的3个求生者他的压力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了。至少你不会一个传送贴到我脸上，大概我队友有个爆点的话，我是有时间拉开一个身距的。对，争取了密码机的破译进度，主要是因为我如果手里捏着一个底牌的话，手里还有闪现，随时切传送，大家都不太敢摸密码机。那看一下，现在算下来还差一个1整台的一个进度。那这里是找到了吴昕的守墓人。是守墓人的话，刚刚是找幸运儿的娃娃调了一下状态。这边是一个满状态，而且的话手里还有铲子，这一刀没打到。好，打到这一刀的话呢，手里还有一个铲子，等一下 CD， 感觉吴昕还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啊。对，吃一刀之后他是能续出来这个 CD 的。对，你看白鹿在一边追击的时候，一边盯着一下大门台密码机，担心有人过去补，因为他刚才挂人的时候发现大门那台了。先把娃娃处理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发现大门已经在修了。对，但是现在也直接往那边冲的话，那台密码机进度是少一点的，是85的那台。少一点的，而且这台密码机是想让先修，然后外围还压了一台。对，但这边的话好像是不太好去强亮的。对。但是整体来说 ，GR 他们在这张地图追密码机的进度还是非常快的啊！倒地的时候才1台半。主要还是2波救人嘛，尤其是第2波。给到了木偶师，让木偶师多拖了一小会儿，而且逼出了闪现啊。这边守墓人已经贴到了刚刚那台大衣铲，是可以压好了。而且全员有回光返照，给到一刀，这边把影月给撞断了。回溯过来，刷新一下影月 CD， 直接往船这边走。感觉也不太打算去对进他没法行一个牵制。对，我就导远一点。但是传送也已经好了，这时候小门还没有
还没有开，是40的一个进度。挂上之后的话，只要能开就拦不住。对，因为守墓人手里有个铲，而且信源还有把枪。还有把枪的，传过去的话，这局是能平局的。白鹿这边想再排一排附近，然后传送过去，但是门已经开了。排一下其他位置有没有2名，没有的话呢，再回溯过去守下野。那这局的话 ，GR 能够保平啊，还是非常赚的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很关键，是相较于之前嘛，登场率确实低了很多。对，选取率25%，胜率100%，拿了2次了。年锦的话，这个数据选在冒险家正下方，选在他脸上。冒险家正下方的话也不好找，因为跛脚羊开局他是没有办法快速位移，他得等一会儿才能放龙。而且冒险家那个方向，这张图是有很多那种低矮的草。来吧，看看小迪这边啊，小迪是一开始是用跑的啊，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能看见他，好像是看到了啊，这是完全没有想躲呀，这个意思是。他开局是想直接拉点了。但是年锦这边的话呢，已经是交了第一个笼子去赶路了啊。后面的话，愿力还是恢复的比较慢的。对，这跛脚羊的话，它的追击虽然猛，但是比较受愿力限制啊。小迪这边等待了一个抽刀，博弈还是非常稳健的，但是愿力也是来到40点，往脸上走。前的话可以先穿，想直接用一个极限刀气打到这一刀，而且小迪确实也没有选择往后去钻啊。对，他是想拆一下的。对，想拆一下，然后骗你出刀，我再钻这样子。好，到了前面的一个3板区，现在这边的一个双板玩下，头铁过板拿到了1/4的状态，还剩最后的1/4。现在手里是有笼子的一个状态了，感觉这里已经比较难去牵制了。对，把板子破掉了之后，前面5点可转啊。对，大空地。但是冒险家手里有飞轮。哇，好稳啊！年锦他在听到拆笼子声音的时候，他的视线就已经不在小迪这边了。再看后面，你会不会过一会儿马上钻过去？在另一侧，那这个击倒时间的话，比上一局虽然说是慢一点，但是同样也是把闪现给省下来了。而且这波直接是逼到了救人卫脸上啊，所以说他直接开始交道具了。是的，笑笑这一波救援得提前做打算，想拉开第2段表，第2段表没有摇到。对。哦呦，第3段想骗一个打椅子，还是在骗。哇，还是打到了大副。笑笑这个救人是非常有经验的啊，一直在骗啊。对，看一下小迪这波应该是很难有2次牵制啊。钻过去一刀，哇！你看年锦他的风格就是我不乱出刀，对吧？我观察好你到底在哪儿的时候，我再出刀。有的监管他出刀就很急切，就过去之后我恨不得先拿一刀。但这种时候，如果你空刀的话，笑笑这边有点危险。对。哎呦，给到了一个双刀，这个表是没有选择去交啊。对，主要也是因为第一波救下来，其实就算有化险为这边的一个围龙罩住，你也注定倒不了太远。是的。所以说这边想摸一下冒险家。而且这里还是先挂了一手大副，是白刷了一波他的一个淘汰进度的。那可以把冒险家挂到其他椅子，然后大副就相当于刷一波挂嘛，也不用管了。反正这波救援呢还是骑士，而且海景房这台密码机也没有办法修嘛。这样得让笑笑直接离开海边的一个区域，去更远的一个位置。还好这边骑士反应的足够快啊。对，但这里也是一个很快的逼救。对，很快的逼救。看一下小迪这波还有没有一些牵制空间？先给到一刀，然后下板之后转一下点。骑士要不要帮忙猜一下呀？猜了一个技能，好，被年锦预判到了。直接给。2波都错了，但是小迪好像活了。还是多拖了一点时间的。对，这边年锦想预判他翻回去。看一下想扛先给到骑士一刀。那既然要想扛的话，我就打打你的状态嘛。那这样骑士的战术预见又好了。而且脸上这台其实才70多的一个进度。对，但是骑士好像有点不想管了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还是在管啊，还是在管。而且这波是猜。哇，第2波平 A 猜慢了，因为他钻过去的时候猜不了，你得钻过来的时候才能猜。这里的话可能想再打一波，奈奈也倒在这里，直接交闪压住了这台米瓦机。确实啊，不过好消息就是还是闪现这个事儿他交了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过来把小迪挂飞，然后再去找一下奈奈。花慈想来这边赶紧抢一下这台密码机，很关键啊！就差这一台了，因为远处那边的话，对于年锦来讲是不太好管的。哇，想直接去管笑笑。那笑笑这边确实是更少的密码机啊，年锦的思路很不错，他把脸上那台大的密码机直接放弃掉了。好，这边一个后撤把表给骗出来了。后撤直接骗表啊，当然当时愿力也不是很够了。
那对于求生来讲的话，我肯定看到你有所动作，我先交道具了。交表啊，然后第2段也摇出来。年锦的话，现在就是看看能不能快速击倒到大副。大副手里还留着一段表，然后盯一下对侧的密码机。其实船下这台应该也不太好修了，而且这边它的一个摇表时间已经结束了。是的。哇，给到一刀，带走了大副。那这样大船上已经站好人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奈奈那边是起了一台木屋的新密码机。距离还是非常远，不过就是笑笑他之前被挂过一次，所以这次只是个2挂了。是的，而且他开门战也溜不了。这局的话，他大概率是要争多抓的，他很难平。而且现在这个人你都不好压满救啊，因为你已经被发现一个位置了，密码机也没有压好。对，哇，还是落地刀，不过好在是按出了路易。对。得钻回去。开。哇。愿力多的有点任性了啊！是，主要是大副这边淘汰进度有点是撑不太住了，这边一直在卡一个位置啊。哇，主要是那救不了了，也不太够啊。对。哇，花瓷这波相当于是被年锦给粘住了啊，被逼着，不得，但是又走不动。是的，那这一局的话，因为手里底牌还在啊，这个局可能要被4了，就看花瓷开门战能不能再帮奈奈拖一下。主要是奈奈那边也点亮，贴到门口。莫师是一个能吃挽留的一个状态，只要交出路易，交出路易了，然后小门第一时间是贴到了，手里愿力还够一个笼子，能不能走一个，就看花瓷这波牵制了。哇，年锦这个打法他太稳了。对，就每一波你想这种拆龙去骗他的时候，他都是在那里观察。对，这边骑士选择了硬点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也是。木偶师被挂上的话是完成了一个3抓，对于年锦来讲是非常能接受的这一局。年锦这一局打的就非常的凶悍，啊，每一波手椅年锦都要力争拿到节奏。对，包括你看 GR 他们的 BP 也没有说特别的在乎到喧嚣这个点，还是觉得白鹿不能让他玩艾维，你要玩艾维的话必须让你打。对于这个白鹿来说确实是，不是很好去打，还是看一下。中场也有一个火灾调查员嘛。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啊。那刚才也分析了，离心理学家这个位置非常的远啊。那气象学家的话也是提前画好了一个云。中场的火灾也是先拉走了。对，就是喧嚣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还是他作为一个追击型监管者，他的第1刀实在是太难拿了。那气囊已经拉开了一个身位，拉身距，但是板子都不下的话，喧嚣的基础移速还是不跟你开玩笑的啊！那可能要交第2个球了，啊，把这个路给堵住，能不能上2颗？哦，2颗球都上了，而且这个路也没有堵啊。那我觉得这个牵制第1刀可能要来的有点快了哦，前面贴近身距的话可以拿到第1刀了。是的。双重惊喜能不能先拿1刀？白鹿。他要回来再次利用吗？这边好像不太好进这个窄道了。用不到他的道具了。对。哎呦，破轮了，坏起来了！空中飞人，他的2刀衔接还是非常快的。是的。这边想再蹭一下，但是这个身位拉不了太开，对，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点位。对的，先蹭到1颗土球，就差1颗红。再等卡蒙交互过去。哎，这个有点预判他往前走了。对，但是这边是往后撤了，所以这2波都躲了。这个走位把双重惊喜给躲了，让前面想去蹭球，但是有点来不及吧？碰上了，做到了，一个小加速把移形给逼出来了，但这边翻过去，还在秀，空中飞人回来，倒地了，到了卡梦。卡梦这个就是卡梦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解决了喧嚣第1刀拿得快的问题，但是第2刀又拿得慢了。对，他后面反而是这边是拖了很久啊，在这个小双11的位置，利用自己的一个走位。对。那这样的话算下来已经是将近3台的一个密码机了。这个牵制可以说是非常合格的，尤其是考虑到前期来讲的话，其实可能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秒倒，但是第2刀实在是纠缠太久了，跟卡梦就看一下吴昕这波救援了。无伤吗？没有，无伤救下来之后再吃1刀，前面的话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，对，就先拉远一点点。对，拉远一点，看看第2波让气象学家过来再救一下，用土球一直在粘住卡梦，让他走得慢一点，降低一下移速。最后是可能一个慢翻交互，但是有空中飞人一段追上。
挂到墓地外吗？挂到墓地外想去的话，干扰一下墓地里的。赤红这一台确实是个问题啊。不过赤红这一台它都不是最后一台，它是倒数第2台，大副那台才是最后一台，通缉到赤红。两者不能兼得嘛。如果去管赤红的话呢，可能就意味着手椅上的节奏会亏一点。上到一颗球，准备回去手椅了。得回来了，因为感觉到另外一边也会有人来救人。对，层云过来拖一会儿时间。落地，直接扯了。那先优先击倒火箭调查员吧。对，这是挂飞。对啊，手里的移形也马上就好了嘛。啊，不过这一局看下来，这个幽闭恐惧应该是要失效绝大部分了。对，主要是4人开门战，它这个作用还是更大一些的。对，3人开门战的话就弱了很多。是的。不过外围需要担心的点就是吴昕他在修最后一台啊。如果说墓地那台敢亮的话，吴昕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。所以现在求生其实看一下要不要再去多开一台了。对，你看吴昕还在硬修，一定会被管的。移形过来管吴昕，修到71，然后要交表，想走直线带走。白鹿这边哇上了2颗球，准哇，很吓人啊！是的。大副现在带不走啊，得起心机了。对，因为这边的话，这个白色的转盘，但是白鹿其实也是有在往后去看一眼啊。对，看看有没有人来偷，因为白鹿刚才听到那台密码机是非常多的了。啊，那这样击倒大副可以挂回去。没有选择挂回去，是选择就近挂。那这样的话，求生者执行一波换位 ，S 版那个人赤红就继续修，然后阿策要过来救了。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，但是阿策的话是怎么样？有点担心自己他没有红光返照，所以说求生者还是想换位，让阿策去修 S 版，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白鹿留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如果赤红他提前倒地了，这密码机还没压好怎么办呢？但赤红这个走位好像不太有这方面的顾虑啊。对，刚刚已经连躲了好几刀了，连躲3球，还在躲一颗白球，甚至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倒地亮灭完。亮了。不过就是吴昕这边还是很难撑很久的一个时间啊，毕竟你是没有道具啊。击倒。门的话是要让心理学家来贴，然后阿策回头来卡人。毕竟阿策手里道具会更灵活一点嘛，心里一旦被发现，他是不太好走的。是的。那这里直接往这边赶，有耳鸣了，那直接去管门了，不太好开的。对，直接去管门。那赤红只能先帮忙拖一下，然后这样亲爱学家去救一下大副。不过好在大副能做，但是坏消息是车已经走了，赤红这边非常难拖。给到一刀，飞轮掉了。哇，赤红这个飞轮带的是非常的有效啊。那这样进入墓地之后呢，给队友争取了把人救下来的时间。对，那这里就拖了很久了。但这边的话离红球有点近了，没办法，双重惊喜，2个舞台叠加。那另外一边的门的话是30多的一个进度，白鹿手里是有移形的，看一下怎么说。移形得直接交才有可能来得及，要但凡犹豫1秒就来不及了。先过来。啊，这样再交的话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得瞄准一下了。应该还是有点来不及，还是来不及了。门还是优先开了。对，再来一个强风。那看这边还有强风，就像上一局他还有枪，有枪有铲子一样。就是想让年锦不打艾维，但年锦知道你想让我不打艾维，所以说我就打艾维。风格他们不是很喜欢带弹射，还是喜欢带飞轮。是选在了飞行家旁边的。飞轮主要还是有韦伯呀，韦伯挺像的。对，双弹韦伯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。那这个阵容的话，刚才也给大家说了，非常克制到艾维当中，人人都有牵制艾维的能力。伊森这边飘到中场，本体往独栋方向溜达。伊森这边中场没看到。甲门那边。这应该是被电车哥哥操作了一手啊。是的。寄宿过来。你看守墓人小心啊，不仅是割据，这玩意儿艾维守墓人也得小心啊。毕竟他的一个牵制度的话，也是能打断你的一个下铲的。对，就全场唯一好欺负的人，守墓人。过来再寄宿一下小迪，干扰一下修密码机，然后微调一下走位啊。那这边板子下掉的话，伊斯人是准备上2楼了，然后守墓人只是盾铲，再利用一个震颤往双11方向走，再往独栋方向，在那边有个传送点，应该是要被按了一会儿啊。这边所以他也先稍微等了一等啊，自己在双板区停了一下。但是墓地这边是没有人的，守墓人这边是62侵蚀度，本体一边踩板的话，一边还吼了一下。墓地这边是没见到人，闪现过来开一刀，然后寄宿落地的话是有铲的啊。
主要伊斯人也不在这边啊，伊斯人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啊，感觉。他要去管一下花瓷的密码机了。对，然后笑笑这边用自己的一个盾铲移速加成，已经拉开了不少的身距了。笑笑还在铲子里边待着，那这样的话年纪也不着急，微调一下走位之后，用伊斯人来控一下独栋密码机，密码机修的还是比较慢的啊。那这个铲子就快结束了。是想直接结束，最后时刻来一个出土啊，盾铲出土，然后再留半个铲子。这波在高低差，而且有一个队友在上面。这个火灾调查员的球，哎，但是笑笑下去了，把铲子 CD 续出来下去了，不耽误人家队友的事儿啊。这一波配合非常的精妙啊，对，效率非常高，而且确实是让年锦这边很难受。年锦一直有点执着于墓地这个点，但是墓地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啊。对。但是可能是觉得红蝶艇这个人如果被干扰不修了，要去修墓地了。我感觉笑笑这一局他有10000个铲子，他不是2个铲子。他主要第一个铲子直接震颤出来了。他无时不刻都在铲子里，感觉。这里的话。激速再激速传过来。过来是。躲掉了，而且小迪还有一个强风，那控制小迪先给到一刀再说。是的。那笑笑这一波的牵制要奔着5台走了啊！现在已经3台半了，第5台也在修了。这里再干扰一下中场。激速下中场。不过艾维的话，他就是一直给你一种压迫感，就不管你溜得多好，他一直都会给你一种好像还能要翻盘的这种压迫感。那这样的话也是开出了2阶段，终于是第一次击倒了守墓人啊！守墓人的话肯定是溜不了了，再下来的时候，然后中场的密码机被寄宿了，而且被守住了。那这样看起来，其实还是要再去多修第6台，而且他们接下来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。没有化险为夷这个事情确实容易成为一个伏笔啊，可能是年锦这一局的一个平局点。小迪这边在中场给压力，但是换了一个新的人给压力的话，我可以给一个新的寄宿啊。而且小迪他这个半状态，扛到了，水人家直接交喷出去了，出圈。那再去想追这个守墓人的话，密码机可能就要管不住了。寄速传过去，100被吼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等这一波再救下来，密码机是能压好的。压好了，对，就看这个开门战能不能保住一个平局啊！因为现在大概率是一个4人开门战，这一波奈奈要过来准备救援。奈奈过来，然后 S 版这边是花瓷，先寄宿一下奈奈，那边留一个寄宿点，然后传过去想占一下这台密码机。现在密码机其实还差一点点。对15的一个进度。这边直接交喷了。寄宿下来，守墓人是没有办法被寄宿的。那其实现在他本身年锦的一个技能是早就已经好了的，他还是得找一个密码机不够的时间把这边守墓人给击倒。密码机能摸到吗？好像不太能，刚刚被逼到了很远。局没有一个4人开门战呀，好伤啊！这样的话，还是刚刚那一波来回拉扯把人给逼走了。对，那这样一个3人开门战的话，优势就不在 MRC 这边，因为他手里有闪呀。哇，这波就这么点时间差，5%的密码机给抓住了吗？对，人倒地的时候其实已经97了。确实，这一局 MRC 还是要保住平局吧，3跑的事先不想，先保住平局。传过去，伊斯兰这边看着，然后这边是花瓷，花瓷手里面是有喷气背包的，所以他不是很怕。2个门目前来讲的话，直接交大喷进墓地了，已经管住了。小迪在这个墓地门的传送点给压力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火灾杀员，另外一个门是小迪的话手里也是有道具的啊，大家现在都不是很怕，就先拖一下嘛，拖一下你那个挽留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年锦他要坚定目标啊，就这一局不一定非要多抓的。过去再来找一下回来的花瓷，但花瓷现在手里边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对，刚最后一个道具交过了。伊斯人留到这边，想寄宿花瓷过去。这个闪现不交吗？好像，这个闪现我感觉还是要交的啊，感觉还是要交的。这边击倒了，但是传送点不太够用了。再过去找一下小迪，但是小迪这边的话呢，门已经开了，而且人还在往外走。
其实还是应该交闪，感觉啊，还是应该交闪。交的话，对，因为他刚才他最终还是要交的，啊。再寄宿一下小迪，还是想操作吗？这想法是觉得你是挽留要结束了吗？挽留结束，想过来操作。飞行家是个1挂，对，但是飞行家没道具了，不好走啊。虽然说地窖这一局刷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还是有风险啊。而且看一下火箭上能不能给铺路，是吧？对，这边给修路，一些气囊放在这边，给你一个加速，给点弹射点什么的。对于年纪来讲，如果说这个人被你保住了，其他人在如果说救人的时候给了一刀的话，我可以再换一个的。对的，就我保证手里现在有人就行。这个看下来还是比较难争啊，看一下。说实话，比较难争3炮。对，看一下他们怎么操作。飞行家是挂飞，不过怎么着也输不了，因为2个都是满状态，你不可能说2个走不了的。不可能3个人留2个。是的，打断一下，但没事，2个人过来救啊。给到一刀啊！气象学家也出圈了，然后直接冲过去之后，外围2个能寄宿一下，但是控住的是这个气象学家，直接叫层云车开了，我的天哪！另外一边走门了，那没办法，那边可以走地窖了。奈奈这边直接是交了一个球跳地窖了，还了一个5比3。主要是吃了一刀救下来，让体校的。对。然后像本来比较好牵制的终点半场那边很多的一些，比如说2本一窗啊，以及狮龙那些点位，对于杂货商来讲的话是很好破解的。对，长板换短板。哦，把佣兵放在了鬼屋。放鬼屋，你们下意识会觉得说鬼屋是一个比较怕追的人。哎，就是杂货商一般就是鬼屋开个门儿，我在鬼屋现在有东门、西门是吧？我直接开一个北门。南门、北门我都能开。对。但里面是个佣兵，我觉得就对算了，就不用开了。对，可以省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那肯定鬼屋这一块应该是不响了啊。然后先吸了一下藤蔓啊，吸出一个藤蔓出来，往桥边走。桥边是小说家，赤红啊，是提前拉点了。是的，看来白鹿这边要选择来单挑一下这位周最佳选手了啊。主要是真的去找起点站，我们刚刚开局也听到了，他就是有一个传送的声音，是看你没来我才打断的。好，帐篷这边开个门，少走一段路，来一波藤蔓啊。哎，过来，稍微判断错了一点方向。对，总感觉这个挂件的藤蔓视觉效果要比原来那个效果要更粗一些啊。这边门还没开啊，就被换过去了，直接被换过去了，主要还浪费一次技能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你只能去踩这个板，身位还被拉开了很多。是的啊，这个施法有点太久了，只能说。好，中间再开一个门，前面的话碎石。飞轮躲掉一段，然后这边也不给。对，等一下 CD， 主要等一下 CD， 还有一块碎石。哦，这边是炸掉了，但是抽刀是没抽到啊。过来，赶紧在移形跟上补到一刀。小说家这边想把隐喻给吸出来，移形再钻回去，隐喻已经吸出来了。前面再开门再打断，手里连碎石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是。哇，原来小说家也挺克制杂货商的啊。基本上主要是你这个开门对他来讲没太有用啊，就相当于是鹿头那个钩子断了嘛。白鹿现在就只能回头吸一吸藤蔓了，回头找一块地吸一下。那这边的话，小说家其实还是在吸，他又吸出来了。白鹿这波要不要控住打呀？哎，不让控！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交碎石是最好击倒他的一个方法了。刚才那句话给赤红说的，赤红你要不控住打一下白鹿啊？好，这边下这边是正好抓住你，是不可能再吸出来那么快嘛。这个是赶紧为了把这个碎石给攒出来。对啊，路倒是没有节约多少啊，但是我有碎石这个技能了。对，我天哪，太难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已经密码机第4台、第5台都已经在路上了。是的，这个地图又大，密码机其实没有那么好修的，说明赤红他溜得很好，2分钟吧，倒地16 2分钟，接近2分钟的一个水准。而且技能逼出来了。对于赤红来讲，白鹿这边无论是说用藤蔓，还是说想要开门，全都是没有用的。看一下无心这波躲掉碎石，先想吸一个碎石，但是还帮扛了一刀。那这样的话，赤红还有机会溜，因为他的银又要吸出来了。对，那小女孩是过来帮助佣兵了吗？小女孩过来帮佣兵修一下吗？还是？这边的话是还是慢了一点。2救，哇，再次换。对，你感觉这个技能在小说家面前没用？我怎么感觉赤红的隐喻有点像上一局守墓人的铲啊，都是无限的，是吧？他这个真的是无限的。
翻过去，这反应，而且这个门你没有什么太多用，你如果再过去的话，他还是有机会哦。这边打了一个震慑。天哪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！真的想击倒一次要太难了，用一次这个移形的技能。对。现在彭万吸出来一根，准备留着手椅。因为阿策的话呢，他是提前传过来了嘛。然后先推一下，让吴昕那边把多修一点点，主要就差脸上这台，因为杂货商是可以封密码机的。不过讲道理，其实可以就是秒救一下，吸引一下注意力，在他封密码机之前。密码机的话是控12秒，定住，逼救。对，这边的话市场把人救下来，不得不救了，拖走，然后阿策帮忙扛一下。白鹿应该是还想再封锁一下密码机。封锁住了，但是赤红这边跑得更远了。感觉赤红这边你是不太好击倒了。要不要一个重金之托，加点速，加点速？可以，给8%的一个小移速。但是赤红前面是有飞轮的，有飞轮，看一下。飞轮补一下距离，因为刀气有点长。先一个换位，有加速，进板了，那密码机要够了。99，密码机够了，全员回光返照，给到一道密码机直接点亮。对，然后你手里没有技能啊，赤红只要往起点站跑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开完门之后，然后。但这边还有块板。哦，这边的话是有点慢了啊，不过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。对，应该是来不及也没好。板人还要挂上，那边3个人都在门口。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满状态的佣兵啊。对，这个很恐怖。门也够了，倒的地方也是比较远的，对，比较远，对，离那个门还是很远。哇，阿策这个小女孩附身显示的那么高吗？20胜率100%的一个邦邦。年锦的邦邦还是非常恐怖的，因为我们虽然说邦邦是小短腿比较怕拉点啊，但是年锦他的一个远程的雷命中率也是很高的。对，到了，好嘛，那赌到幸运儿的话，这一局。年锦的机会其实挺大的，因为幸运儿他又是脆弱的位置，又没有站在安全的点位，而且的话要提前跟邦邦撞脸，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下小说家或者去前锋的一个帮助了。对的。而且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来看一下幸运儿的一个走位是往鬼屋的方向走。摸出来一个什么呢？先自己还没摸呢。板弹拉走，感觉他没有想进鬼屋。没想进鬼屋。对，感觉那样会稍微干扰一下队友嘛。对，想了想，密码机优先啊，我这个双弹飞轮生来就是要牵制的。哇，逼走了一个雷。手里摸香个水儿，我的天哪，那很倒霉了。哎，但是这个雷的话没有引爆，前面翻窗是有一个窗弹。对，那这个香水还挺有用的。是。那现在的话会有点被架在这里。是的。平地躲雷。但是前面的话要给到第一刀了啊！而且现在移形也好了，幸运儿虽然有一个庄园老友，但是移形的话能很快跟上。再交一个板弹射，好了，交移形，放往回跑。先翻个窗过来，但这个连雷要躲掉了。手里是有飞轮的。哎，有看到有人过来帮忙。帮忙撞了一下啊。前面手里的雷不太够用了，先交一个遥控补一下这段距离。对，但现在已经有点难躲了，再补撞一下。再帮忙，但是因为是有这个成瘾症的啊，对，所以成瘾症加困兽，所以还是行得很快的，给了前锋一刀。但是整体的节奏还是不容乐观啊！放一个5秒雷，绕下来飞轮躲了落地刀，前面一个雷。然后雷其实是有点不够的，最后还吃了一个实体。我觉得花瓷已经是牵制了很长时间。已经尽力了，但是你说这局想去争一个多的话呢，还是需要非常厉害的救人才可以啊！而且考虑到花瓷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而且笑笑刚刚在补状态，其实已经不太具备说我来一个撞救的一个时机了，他还是得正常的卡半救。是的。机械师的娃娃只能吃一炸了，被干扰了，一定不能掉这个娃娃。但是笑笑的话，他没有化险为夷啊，这波是要调其他人过来了啊，应该是机械师本体来了吧？对，他是带了一手化险为夷的，这边给一刀，那可以让机械师这边无伤救下来。那还可以啊，这波救人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就相当于前锋吃了一刀救下来。而且娃娃没倒。这边躲了一下雷之后，再交了一个窗弹。刚才年锦的2连，他是连了一个方向，都是连了远端交互点。这边炸到了一下，这里是一个遥控封板，就没办法了。没办法了，只要不要让花瓷活出化险为夷时间就可以了。这边耳鸣消失，选择直接牵。
前锋的话呢，再次调整好了状态，准备过来直接来一个撞救，但切了兴奋。哇！啊，飞轮躲掉了。 能扯下来，翻了过去，弹刀了。他在想幸运儿飞轮的事吗？但是当着他的面刚交的，笑笑这边再次帮忙补撞，把球都快撞光了。看好像能浅活一下。哦，这个连躲了。哦，这个雷没连上。有一个遥控炸到了，笑笑这边埋伏在板子里。但感觉漏了一点脚。是的，而且米尔基差的其实有点多的。是的，但是花瓷也还能再战斗一下。 前锋还在保护，花瓷这边拉出的身距还是比较多的，只能先去卡位置了，他的球已经不能撞了。是的，封住前面的前进的路，而且这边是一个，看不到轨迹的一个雷奥。哎呦，这边还是连倒了，那没办法了。那只能说是力争一个3人3跑了。是，花瓷是挂飞的状态，密码机是马上要够了的。但我觉得对于球圣来讲，还有机会是他们把技能给逼成了一个兴奋。所以说，但问题遗产是在桥上，他可以。 等自己的技能好啊，然后这个兴奋开门战，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就在追击上没啥用了。对，能再换回去吗？我退。那这刚7天无理由这一块，你看。那个人也换回去呗。人，哎，也是哈。是的，就是你毕竟不能让他无伤救嘛。这边先封住一个坐车。 然后这样的话，还是带开了那台遗产。我觉得年景可能就想着我就针对你前锋，毕竟你道具是交完了的。对，他知道笑笑这边交了不少道具，不过这个遥控雷是不是可以先引爆一下，还是一直就放在那儿，不要让笑笑去上车呢？哎呦，他是想吃的雷太多了，对，一瞬间上的。但是年锦这边有防盗，就是我一直给你铺雷嘛。主要是年锦他不擦刀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就是我一直铺雷，然后你倒了之后，我用这个刀打你起身。那坏消息就是挂在起点门这边可以一个门人同守，而且这个门你不好点呀。所以如果要争的话，首先这个门得先点开。现在需要一个娃娃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绕到门那边，先点上。 但年锦这边给你的一个选择时间也很短啊，一直在塞雷。家他是有化险为夷的，门能不能抢点？哎呀，这个兴奋就有用了。要兴奋，这边不让你换位过来点，管一下门。炸到，这波救人。这已经是。哎呦，好快救下来了。这个门能够吗？60多是吗？换过来，它远一点。炸倒，这个门好像可以的，开了。开了。这个化险为夷时间是不是能够啊？那完成了一个极限的3跑。那我们就要等待小迪开门，然后走出门去。对，然后等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。哎，我们要加赛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啊，那真是太是年锦这边的话，因为邦他。 补掉了第3个位置，杂货商的那个位置。对，所以杂货商这张地图非常强势的一个地图又可以拿。你像这张地图有多少长板？墓地那一块，对吧？有多少封闭建筑？木屋和这个中场，对吧？所以直接去中场开门。你想要不是杂货商的话，其他监管者他得绕多大一圈？绕一大，要不我就翻个窗子进来，我再翻窗子出去，或者走门绕出去。对，当你翻窗的时候，你已经走斜线了，对吧？你走斜线的时候，先知已经到墓地了，对吧？你到墓地。 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。那经典翻窗出去要去开个门吗？开个门看看先知的一个位置啊。开门，然后这开了一个是这个北门啊。北门对。进地图有点分不清东西单位了，说实话啊。哎，在这边的话看到的是笑笑，因为花瓷也知道你的套路。 所以他是很机警的啊，然后这边小女孩也是躲在了小推里面啊，再吸一个藤蔓，在藤蔓和碎石之间来回的切换啊，热一下手。奈奈的咒术，其实这个不是他想追击这个目标哈。对，哎，年锦这边假装追，回头钓鱼。但是小迪这边可以传，他意识到了。已经走了，没想到这张地图那么小又那么大。哎，不对，怎么离得好像更近了一点啊？传到了奈奈这儿吗？可能这边好溜，对吧？对，这边有墓地，有因为小推那边一过去的话都是围墙。对，把他逼到1板一窗这边，然后准备开个门。好，开门之后把藤蔓缠过去，但是被打断了。推走了。虽然我被控住了，但你也被控住了。飞轮顶掉这一手碎石。前面再开个门，把短板变成小短板。
再一个碎石躲开，哇，小直接吃一刀，多余的伤害不吃啊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可以上野人，哇，好难追。野人上猪了。对，野人上猪了，那就很难追了。是的，首先他移速就起来了嘛。然后想想，好像还是想打花刺的主意，一直在盯着大推那边。然后花刺那边也松手了。对，花刺那边不修了，直接盲移。行，不是，主要其他3个人都在脸上，我知道了。那大推这个人只能是先知了。对，但是花刺他也不一定会在大推附近啊，他可能会潜藏到别处。还是堵到了，还是堵到了，对。那这边的话，一个创弹反弹直接拉走了，身位拉的也很开，而且主要你移形交过了嘛。飞轮顶掉了，然后再回头走，交鸟哎。但他鸟其实可能想顶刀的，但是年锦回头走是预判什么呢？预判年锦他往正前方去扔碎石。那这边的话，密码机其实掉的不是特别多，因为前面大家都在拉点，大家都在打配合。这个藤蔓要躲一躲。过来小短板，再炸一下。碎石炸到，前面碎石马上好了。那野人又来了，没办法，野人过来，可以吸一个地上的夹子，然后控住野人。野人这边预判他直接牵，但是被藤蔓给控住了。主要杂货商只要人倒地以后，他还是有很多方法反制牛逼的。对，当然也是需要一些地形的配合地形的配合。然后这边笑笑过来准备救援。密码机的话是将近3台吧，2台半多一些。看他要吸一个什么样的手椅啊？想控住，但是先控后打的。所以正常把人救下来，而且也开出了2阶头铁过板。哦哟，花刺这边没反应过来。对，花刺的鸟的话应该是吸了一半。差不多。那往墓地方向倒的话呢，小迪这边密码机差不多能量。再套一个化血为1。90、91。不行，救完人。要被封一下，感觉。但他直接牵的话是能量的，而且他想往远的地方牵一牵。年锦还是维持他一贯的打法，就觉得这台密码机守不住了之后呢，我不要浪费太多精力在这边。挂到别的地方，因为你在墓地那边救下来很多长板还在，他是有机会牵制的。对。那这个位置你就不太好溜了。这个手椅还是有些说法的，但是小迪他离得很近先躲一刀，手里飞轮已经转好了。晕 A， 但是只能晕1秒，所以不够啊，这个时间。前面这边被缠住了，对，不太好牵制，因为也是大工地。对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花瓷，你说这 M2C 可能又要打3人开门战了，这对年锦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不过咒术是要来保的，这个还不一定啊，这个地方确实不是很好处理。如果你垫下来的话，我控制再打，但是你咒术师的第2层喉是不太来得及的。对。就稍微拖一点时间，让野人跟小女孩那边把状态给调好。是的，但你看咒术师还在努力的跟，还想试，感觉吸不出来。他主要还是想蹭一下。对，我蹭一点，我自己吸住喉对我。而且你最好开门战追我呀，对吧？对，咒术师是最能溜的一个。小女孩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先交飞轮，但是这个输液来不及。对，主要飞轮的它那个并不是直线拉的，它是有点往侧面歪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最后一台密码机被控住了。是的。那奈奈和笑笑应该是还是想打这台密码机嘛，但是2阶段了以后，密码机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无缝衔接封锁的，所以有可能是血线要白白浪费掉，把自己的视野先。只能说看把人救下来，往远处保一保，能不能给到野人一点时间去偷一点了。主要2阶之后，他这真空期实在是太小了，这个密码机。不过趁年锦一个不注意把人给救下来了。那这边看一下能不能先帮扛一刀。扛到了。那边密码机是能够的。准备直接亮了，因为大家现在回光返照都不多。这个藤蔓是亮翻过去了。小女孩让她过来了。是的，因为她这个相当于勾到了窗户啊。然后手里的话，现在马上有2个输液。但有一个重金之托，怎么说？哎呦，太长了。重金之托还是重金啊。对，毕竟很贵嘛。确实。得有它的价值。那再稍微回来控一下场。因为手里底牌还没拖出来技能还没转好，稍微控一下场。这样的话呢，这局大概率要跑，有可能要跑1个以上的情况之下呢，监管者需要拖一下时间。这边的话，奈奈其实还是有机会撑一会儿，因为手里毕竟是有喉的。垫的有点晚了，没有打断。不过还是在一个牵制身距之内啊。是。然后那边小女孩也是已经起来了，野人把她摸起来了。这个门有点挡视野啊。
再开，再交一个吼。前面的话还能回到这边的一块板没有下过，没有中间之托了。这个门反而还是给了求生者一个可利用的地方。我有更多地方可以去了。好，倒在门中间，这样门还能把2个人隔开。哇，还得绕过去。奶奶。那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已经附身名牌附身点门了，挂上之后这个移形传过去应该来不及，切传应该来不及了。而且你这个人是1挂呀，对吧？如果我贸然过去中间卡人的话，这个人就偷了，因为这个门是点过一段时间的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是将近7分钟。羸弱嘛，但是在板双间博弈我是有优势的。我想起了在白鹿还没有进入到职业联赛的时候，听说他就是和东玄的角色值是非常相像的，对吧？当时的话，他还有一首女巫，然后还有这个夫人，当然夫人是绝活嘛，然后还有一首记录员去平局，选到了陶作大师旁边，然后中场的机械师以及1板1窗的空军和红毯的邮差。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啊，我们来看看吴昕应该是准备先溜了啊，因为他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陶作大师，也不是很好牵制。但是感觉白鹿这边是想去稍微逼一下他的走位的。从窗户里看到了。要追一追吗？得追一追，得追一追。因为陶作大师他肯定是有化险为夷的，你要么就能赌到他没回光返照，要么就能赌到他没有牵制天赋，是吧？那这个迷烟炉的话还是蛮成功的。是的，直接拉出了一大段距离，都不在这个大推的点位了。而且邮差那边是给他送了一个加速信的。陶作大师这个拉点能力也非常强啊，自己本身进出迷烟区有加速，再加上一个邮差的移速信，这边还是一个封住交互的一个烟炉。这边哇，监管者视角超级难看清啊，感觉。对。哇，看一下前面道具也是都耗掉了，卡梦来了，过来要帮一下。这把枪，有一个愤怒加成瘾症，一个特效啊，然后继续去选择追。这个闪现就算闪过去了也没有刀啊，应该是误触了，因为你刚刚那个闪过去也没有人嘛。对，但他这个走位又有点像闪，又像往那边闪的感觉。这个记录好像放错了吧？没有处理掉这块板啊。那这边击到了一个翻板。没事，这边还能抬板，但是有被动啊。对，有一个被动啊。而且你闪现交过了，他也是敢这样子直接交互，那这个牵制可能要冲着4台多去。感觉有点坏了啊。对，这个局面让纯化险为夷的吴昕在2个队友的先后辅助之下，完全没有一个上椅子的节奏啊。我来抽刀，头铁过板，终于拿到了第1刀。但是后面拿刀的话还是要一段时间，因为这边卡梦的密码机已经开掉了，板子踩掉，直接把点给吴昕让出来了。前面还有一个交互点，是的。翻过去抢一下板，给到一个震慑。那这样的话，密码机等挂上应该是已经4台多了。卡梦那边是获得了一个香水啊，把这个人挂到小门的椅子吗？挂到小门就近挂了，然后墓地那边的话呢，还在摸箱子啊。赤红这边是护肘和娃娃。卡梦的话是球和香水，对。然后这边对椅子一挪的离救人的人更近了一点。近一些。对，他们感觉也是想2个人一起过来，因为毕竟机械是有娃娃在外面。现在局面还是比较像求生者这一边。而且这里无伤救了，因为你的注意力被机械这边吸引到了。对。那这边可以陪跑。是的。给到空军1刀。但还是可以继续跟。现在你的记录就很难放，你记录数量不够，你是放给密码机干扰修机呢，还是记录一下翻板翻窗呢？哎，这波的话，这个香水有一个遗忘伤痛加50分，还真是，对吧？那没毛病。主要是那个点位没有板，其实也蛮难去牵制的。对，也可能是不是换错道具了呀？本来其实可能拿，我咋感觉卡梦应该拿球给他呢？对。卡梦想了想，这个球这是好东西啊。还是我先拿一拿，对吧？我先笑纳了。
给到一刀，因为现在还救不了啊。那得邮差过来了，得邮差过来了，因为机械师救不了。那这样其实密码机是压不够的，对，因为你一个人在外面压66那台是修不了的。对，给到一刀，把人救下来。那还是得赔咬掉。那手里有闪，这次的闪现没有问题。打到了逃脱大师，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挂飞的节奏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要被陷入到白鹿的拖时间的节奏里了。对，因为那台密码机在记录员的对局里是开不了的，差太多了。而且还可以往墓地迁。是的，就手中那台，而且你是个半状态的空军。对。感觉救人的时候啊，机械师确实来早了。逃脱大师那刀吃的太早了，因为他换过来有几秒钟你是不能救的。对，他是被锁住的，有点像那个联合狩猎啊。那这台71大遗产站住了，外围响起心机，我觉得这局时间是能拖够的呀。对于白鹿来说，对，而且只要站住这台遗产，而且平均面也很大，对吧？乌已经挂飞一个人了。对，阿策这边摸了一下密码机，密码机被封锁住了，这边准备救人交狗，保一下赤红的活。但对于白鹿来讲，我就一直有一个人倒地就可以。哎，狗空，没空，狗咬到了。有一个减速，再记录一下卡梦。那这里的话，先扛一刀。给到一刀，卡梦也不敢修了，卡梦也走了，卡梦也走了。但是你别碰密码机就行啊，反正时间1分1秒在流逝，过时间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已经5分钟了。上一局是6分50啊，6分50。现在 GR 要争分夺秒啊，要在1分多钟之内要跑出去2个人，要不就要3跑了。白鹿他会一直锁墓地那台，我觉得那台是不太好修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一直锁机的话，记录跟不上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它是有一个冷却的。而且你没有记录的话，赤红这边还不是很好被击倒。看一下博弈的基本功，直接头铁过板，过了，啊，超级有用，头铁过板。那边的话，看一下密码机趁这个时间能压了。现在还有1分钟啊，这边躲一下狗啊，这个狗。那这边得吃这个回光返照，而且机械师那边，直接飞轮救，给到一刀，那边密码机没有办法点。那还是能牵一下机械师，对，这样的话它是一个牵起来了。这边再放狗，狗躲开，狗掉到墙了。那这样把这个人挂上，密码机是能亮的。亮了。6分12秒，他现在要争一个2人2跑，而且是要在30秒之内，应该是很难做到了。对，而且白鹿手里马上就有技能了，还有技能。是的。7。这个门基本上是点不开的。是的，而且对于 GR 来说，只有一种选择了，就是我一定要争这个多人2人2跑，而且要时间之内。交易行，但是看错门了。看错门了，看的是大门，小门是点了。小门在硬点，白鹿手里面记录是很多的，时间已经拖够了，其实6分40多秒，然后这边门没有办法开，这样的话，即使这样能够跑2个，时间也不够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对的。再看一下这边的门，然后再回去守一下门。阿策也没有办法去碰这个门啊。2个人都有开门信，所以说点的会很快。对，白鹿现在游刃有余了，他知道这局时间肯定是拖够了。我就先站住门，让你们走不掉，结束不了这个对局。对，他现在就是能多抓一个就是一个，是吧？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，就主要是也没有净胜，对吧？进入到一个最佳演绎的争夺了。是的，是吧？这局再来一个4抓加终结比赛。可能是有机会拿最佳演绎的，因为结果已经分明了。对，处理一下娃娃的话，也是让自己的耳鸣更好排一些。对。一直找不到人。对。但是他审阅是可以远程看的呀。对。记录一个平 A， 因为挽留快没了。记录一下这边的开门。大门这里耳鸣。大门选择硬点收了。那这样硬点的话，应该要退回去20多了。然后也看到了卡梦的一个脚印。看到卡梦的脚印。对。我们这边离地窖还是比较近的，手里还有半颗球，而且是的。但是其实拖下去的话，白鹿手里的移形也会再转好。对，但是感觉很难拦住卡梦，因为挽留要没了。卡梦是一个满状态，手里有球，走地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一刀别吃啊，那没吃的话应该是要走。前面要交一下自己的球了。但这边那个门想搏短板，又继续头铁过板。还好卡莫拉球了。白鹿这个头铁过板的话呢，是收获了很多的效果。交移形过去，再管一下阿瑟这边门，直接放狗，然后回来。我觉得，
他是不是蹭到了那个传送的门？是阿策的这个宠物狗是吧？把他给逼到了的视线。对他一回头就进入到了移形里面。想想我宁愿我钻我自己的传送门回去，我也不是你的狗。是这样，很有骨气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对于阿策来讲也一样嘛。我去走这个墓地的地窖，哎，能追上吗？感觉追上有点拿不到刀啊。对，除非你那个门点不开。对，门还在被封，9分多钟了已经。就是说，后面如果打加赛，你手里有一些控场线监管是很有优势，很有优势的。但这一局的话，确实 GR 前期节奏很好的，主要还是可能当时在逃脱大师2挂的时候，对，救得太早了，然后也是让我们先恭喜 MRC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觉得白鹿先拖的是完全的够的啊。对，白鹿先回头确认了一下，白鹿或者说你还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地形，你像是荡秋千处，对吧？对，来回荡去的，那你这个密码机，又选择右边，想试一试，因为他这一个位置能堵3个人的点。对，选右边的话可以赶到2个人。对，木偶石跟气象这边都要进行一个比较远距离的拉点。这里只能去找这个木偶了。这里直接去找郭克，郭克这边是一个木偶师，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荡秋千先把自己的第一波追击断一波吧。对的，先落下，不着急。那这里已经是跳下去了，打算直接去寻找一个长板吗？并没有去，先逼监管者踩板，然后再去长板。因为双板的位置到前面没有转到无敌板啊，竟然不想一开始直接浪费掉，想要先进行一波短板的牵制。对的，他一直在往一个空地上走，让他不好进行隐跃。但你别说，其实歌剧上地图你能看得到中圈这里隐跃它是不是很舒服？是，太多了。过来再绕空地，就是不给刀。对，这里还在骗这个路易。那前面的话无敌板在用，还是时间。闪现的话马上好，还有个6秒。对的，但前面的话是利用一次变身拖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啊。是，这里在等。对，连下闪现直接击倒啊，能骗出来吗？法在，还是说想直接闪现？那所以说直接变了，不敢。对，也不贪了。假如说一旦被闪现击倒的话，这密码机绝对打不到2台半的。没错，那闪现交出来，击倒的话也是2台半的一个节奏。对。看这化险为夷，谁能离得更近了？是教授离得近，还是说是守门人离得近？好像是教授。教授现在已经蹲过来了，那就先让教授过来给个化险为夷，看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状态了。如果能保自己的一手状态，到时候再让气象来救，其实还能再搭配一下这个边的木偶进行一波牵制。对的。看要过来，叫里面，但卡住位置，还是给到了一刀。对。身上还有第2次连偏，不敢去摊双倒，只能去先去追这些木偶师。对，往角落一倒，不想干扰密码机。这一把对于学员方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。对吧？密码机量也是够的，然后化险为夷的话再交出来一波，可能到后期也只需要打最后半台密码机左右。是的，现在求生者更多的是争一个平面。守门人现在过来了，让守门人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，再拖时间，拖出来另外2台比较少的那台电气量。那么这台密码机反正也是比较多的了，81，到时候守门人把它救下来之后再去补，把这台密码机直接破译到90%多。感觉这波圈套出来的话，如果说压的比较极限，对极限的状态下，密码机有可能会够。哎，能无伤？救下来能扛到吗？其实没必要扛了，让他自己玩，扛到了，想让木偶这边接着牵制。其实我觉得有机会。对，现在闪现好不了。这边的话有鳞片，有鳞片还挡了一波，那就还能再拖出来变身。是的，再扛一刀。那这样子等化险为夷结束了之后，其实木偶师这边还能再变一次路易，想打4人开门战，但是没交出。其实最后一点时间了，差一点点。对。可惜了，这个板子其实没能说是直接盖下来。如果说能直接盖下来的话，可能会给到这个求生者机会打出一个4人开门战。先传送，找个空调，空调这边密码机是92的进度，并没有极限能压好。而且这边有个问题就在于说，教授是没有这个
不要反照的。看一下交鳞片进板，但这里没有搏一刀，还是给了一刀。倒在这个点位其实有点尴尬。92的密码机陶完想过来强行补，给到东玄一个很好的控场机会。我现在只要把陶完的状态打下来，再把大房密码机控住的话，其实有多抓面的。是的，看一下这里给到一刀。 拿完这一刀之后，就没有一个人能进行一波正常的救援了。是我可以回头再挂，挂完之后我还能守住这边的大门。你离着大门又近，就算能打来一个开门战的话，我只要快速击倒这一局面，他还是能握着一个3抓以上。没错，大后来想过来抢亮。在这边的话，94感觉有点难亮。如果说这个风能交到的话，有机会看一下。亮倒是能亮，风这边的话也吹了，但是要压一波起身，看一下。陶完这边必须要等一下自己的 CD。 如果说是不等 CD 直接被击倒，那后边你就算即使亮了，其实2个人也会快速被击倒一个。没错，这也在等，这是几击晕啊？应该是个2。收过来。那成功到以前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。再看密码机，那这边风直接吹好了，看要追谁，先追陶完。对，象学家。 因为陶完这边的技能刚刚是用过的，所以我先追你，你并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。然后你大门这边也没有能及时贴上，所以我先去处理他，再回头去守着大门。你空调只能被我赶走。没错，教授这里不敢点门的嘛。对，因为你点了，其实你也点不开嘛。没错，守门人那边已经是去点另外一扇门了。东学现在就要去找这个教授，只要能找到就能完成一波3抓。但这边教授的一个走位是直接往大房走。还能找到吗？我怎么感觉要被逼的传送了？ 感觉是有点找不到，而且另外一边门点开了。其实位置应该是比较好盘的，你大门没有耳鸣，那就证明呢你就只能去往这个猎人木屋了。左右两边，哎，但是这个极限位置还没有盘到，落地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但守门人拦不住啊。对，有铲子的拦不住。这边的话，及时赶回去，但是空调这个位置好像要赶去救人，不能救啊，这个人不能救的。救了的话就一定是被3抓。对，东玄再回头过来，再找。 他不知道教授到底在哪里，但他又不敢离开这扇门。你如果离开了的话，说不定教授他就会从边的那个边墙溜过来走门。因为教授现在鳞片是好的，如果说让他靠近到地窖的话，2次容硕是完全足够跑这个地窖的。东玄想要试一试，看这边的一个秋千处会不会有盘到耳鸣。假如说要是能盘的话，守门人是来不及救这个气象的。耳鸣还没有，差一点，但是哎爆点了，那隐月断了一手，还这个隐月感觉要回的，对的。 那对于空调来说的话，这个位置哪怕鳞片挡到了，好像也是有点难以走地窖了。对，位置有点远，地窖就在河道上方。对的，飞轮先躲一刀，但把这个位置让开了之后，其实有一个冲地窖的说法，看一下鳞片，知道你要骗不交，忍了一手，还有第2手能不能弹到？没弹到，那就不太好走了。一个扭刀，还是给到了地窖口啊。是的。 假如说第2个他要是还能沉得住气不放出来的话，或许还真能走出这个地窖，就完全是心理博弈。对，这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因为歌剧这个角色，其实你要是想成为一个牧羊，我觉得还是蛮难的。对的，他第二手古董商大概率就是歌剧博奖，因为以往的班位来看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博奖的话还是比较怕这个古董商的。你交一个尾龙给棍的话，其实很难说。让入殓这边选择了一个篝火堆，然后让监护者这边选择的是一个正下方。 那起追的点位的话，其实就应该是赶中场。是，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到阿远。哎，阿远这边是位置刷的比较靠后啊，没有办法上那个2楼。如果说是没办法上2楼，这个点位其实就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围龙了。真打算对，只能硬追了。这时候他想要去找这个入殓的话，可能不太会找得到，因为你这些求生者他会去藏嘛。哦，一个过板刀。 有点可惜，有点亏啊。是的，因为补上围龙之后，其实还是要逼一个路易，逼刀拿的会有点快。然后前面的话没有交互点，这边只能拆龙。再骗，但你这位置的话还得再变一次身啊！你要直接翻吗？哎，可以。这里搏一搏得很好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还能再扛一个围龙，再变身，给到一刀。但这时间有点快啊！你的几次变身现在时间才一个48秒。 前面的话是没有办法再变了，这边的话可以给一个板子的黑龙，也靠预判，还是给了一刀了，打到了。这里还有个地下室啊，但有守门人，其实没必要挂外边嘛，挂外边，然后时常直接去踹一脚那边守门人的密码机，就脸上就有2台。哇，这能踹光啊！就让天的密码机其实也能踹光。对于球员方来说挺危的，因为其实第一个板子的博弈，我觉得是有点亏的。对，这一局求生者其实就很劣势了。 因为你这边密码机白修了，对吧？只有1台多。对。
在还要给个化险为夷。木偶师下来并没有办法进行一波变身牵制，看能不能保一个自己无伤了，有点难。夜花也是想着，就是说我先吃一刀，然后再让木偶师看有没有机会去牵制起来。太难了，有化险为夷没有办法变身，牵制不了的。对木偶师来说，尽可能带走吧，就不要干扰这附近的遗产了。问题在于你入殓师也没有看到过，灵柩也没办法反，后边还是需要魔术师过来救的。没必要让玉林来救吧？玉林要是作为入殓师，他有点，到时候这个状态还得补。因为你二手节奏续玉林的话，其实密码机不够的情况下，是的，可以一边踹密码机，然后一边去打这个入殓师的反身。而玉林一旦是受了伤，他后边的这个24节奏他没有办法去扛住这个压，他牵制不了，只是个白板。但是感觉还是要让他来救，还是让他来，想补这个化险为夷更稳定一点。回龙给一刀，是，人是拦不住的。过来之后直接往脸上走，对，并拖时间。守门人也是个半状态，入殓师现在也是个半状态，两个人其实现在都很危险。对的，然后整体密码机的一个进度是非常差的。现在要挂飞的一个状态下，情况只有一个3台。是的，外边到时候还要补个状态，然后这一脚市场还能再踹一台，是还能再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等于说淘汰之后只有2台半。对。这个化险为夷，你过来救，其实收益并没有求人想那么多。是的，传送落地，只要你密码机不够，抓到2个补状态的人，2个都被罩住了，直接盖到，但是点位并不能拉得开。月历值现在还有个70，还能再放围龙。对，飞轮在骗，是一个后跃，骗翻没骗到，还在等，再放围龙，板子能翻过来，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躲这一刀了。你这波操作还是很秀的，就等你的这个交围龙的瞬间是有僵直的，我再去翻这个板嘛。可惜是一个慢翻，还差1台半啊，这怎么补得上呢？入殓师自己反，只能自己反了。只能自己反，对你不能让队友救，你让队友救的话，我可以转头直接抓你队友。没错。然后现在2个人去打最后一台，是。魔术师现在都不敢修，在外边硬扛压力。只能魔术师站出来修，你守门人其实也行，但是他自己的道具只剩1个了。但捏捏很聪明啊，他这个时候不去管棺材，因为反身的话，其实对守门方来说，你要硬拖时间，我是不会去抓你的。对，他在找其他人的机会啊。对，魔术师也好，还是说守门人，我现在能把你的道具逼了，后边我再去找你的节奏的时候，你手上总不会没道具了吧？没错。这边围龙照过来魔术棒，但是要躲这围龙还是比较难。进入交互点，看能不能搏板，搏到了。是真的头铁，这脑袋这太合金了，说过就过。对的。这根本就不怕对面会去砸了一个板子，把这个围龙拆掉。好，这边再围龙过来下板进铲很稳，但对于捏捏来说的话，这个时候消耗道具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，对吧？但我能看得出来，他是想去控一下3连，想，而且他现在确实想要去拿到一些求生者的状态。没错。现在只需要手里有个节奏就行。对的，反应非常快啊，这里。还有个飞轮。有飞轮，还有个魔术棒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来回3个围龙是没拿到刀。是，今天这样其实就不能接受了。密码机的量有点拖够了要。外面2台密码机都在破1，他这里追的魔术师还是有一个回龙反照的，所以一旦要能撑住这一波，还是能打出一个3人开门战。对的，这边给刀了。但是密码机也差不多了。接下来这个围龙即使能命中，其实密码机也能压。玉林这边的话，密码机马上压好，强亮不掉。哎，但是亮不掉。哎，这边没有回光反照。对，这一台是不是96那台？是的。但其实也能压好，但问题就在于说跟上一把有点像，就在于没有回光反照，包括在密码机旁边，然后导致3个人可能会很近的一个位置。这可是个2挂呀！你想过来救，必须要把自己的密码机亮掉，然后再过来救。对的，但这边是完全挂了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距离。让夜花去压密码机，然后让君上天过来救，没办法了，因为换位已经是换到这样了。守门人现在不能再过来进行救援，只能让君上天来。君上天现在在等守门人那边密码接好，没错，再过来吃一刀，直接进行救援。击倒再救，但阅历值消耗挺多的这一波救援。2个人拉开，妮妮现在抓谁其实都行，赶紧抓。但是抓魔术师有个问题，就是在于入殓师有棺材啊。是的，还有个这个时间点，我觉得应该是抓入殓针对会比较好一些。他要赶紧快速击倒才行，不能拖。现在击倒，但是棺材感觉是能画上的，因为刚才挪了一下，是看一下刚好画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人感觉要不先不挂。
但不挂又有可能成为伏笔。可以给他放到大门，然后先去追这个一花。对，你现在挂的话，其实反身之后还是一个3人局面，拖自己的传送，看能不能把一花击倒。一花击倒了之后直接挂大门。这边的话还有铲子，还能再拖。是。转过来，感觉一时半会是追不上，这个维龙要消失了。直接打出来，但另外一边的话，入殓师已经贴到门。念念现在很着急啊，用力直接放。哎呦，过来之后被砸了个板，好干。那这样子的话是把时间拖起来，只能被迫传送落地下来。那你这里传送了，大门可就点开了，点开之后魔术师就能直接冲大门。其实来来回回还是一个平局的面。对。过来飞轮，玉林的博弈非常稳啊，这里。俩还能拖短板，但这个维龙的话感觉是没办法拿刀的。没错。那这样子，这个维龙一拖完，其实另外一边门就点开了。是。给到一刀击倒，用一刀击倒，但是大门那边已经有2个人去贴门了，那就拦不住了。而且你也赶不过去了，这个位置。刚刚他那个选择，其实追入殓的话，还是会面对一个情况，他手里有飞轮，还是有机会能去拖一下时间。其实他追魔术师有个想法，就在于说他要拖传送。对，是的。以前的话怎么呢？就是小方可能选个砸剑员，对吧？我就跟你去博弈这个短窗啊之类的。对，监控者看到他的话，你又不得不追，对吧？大房追的话又痛苦。其实我也在想，这看选手自己个人操作，我觉得。感觉在大房进行追击的时候，我不管是藤蔓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穿墙的一些技能，对吧？我把这个墙我直接变成透明，也能去针对一下，好像。还是选在了2板1窗，那首追的话应该就往大房。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大房找玉林的囚徒。囚徒这边是双弹飞轮，是可以直接选择上楼去利用那个窗台拉开距离的。但捏捏这边直接进行一波反绕吗？哦，还是直接换追了，找空军。但其实球方这边也意识到了，知道你的大概一个思路。对，哎，找军找天，这边是个哭丑。直接找哭丑吗？哭丑我觉得是这个阵容最难追的一个啊。主要他看他自己隐约断不断了，如果隐约不断的话，还是能进行追击的。对，但前面拉了半天火箭，感觉是有一个进交互点的。哎，又转头，掉头！天哪，这鱼掉的，掉2条鱼吗？但是道具消耗还不错。是，密码机耽误了很多。你现在大房又不敢进行破译，因为你要大房进行破译，我又能直接换追。把空军的枪消耗掉之后，再反手找囚徒。但其实球员方我觉得这一把拉扯的也很好，就都有防到，没有给到第一个身位去追击。对，你别说捏捏下来的话，这一波没有太多节奏，然后上到2楼发现没有人，留个残影先再往外赶。那捏捏这个节奏其实还不错的，还可以打，他打的确实挺成功的，因为一直在干扰3个人的密码机，你没怎么碰，你只有个佣兵在外边，我现在又能逼掉你2个人的道具。对的，这边金小毛不想追了，再去找苦手。但是你光控场不行啊，还是要进行拿刀的。这边回溯过来，但是其实袁已经往3板跑了。这个点位的话，进到3板还要进行博弈，看一下能不能拿刀。前面的话能拿刀吗？啊，哇，差一点！那闪现开刀，思路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求生者并没有给到太多机会。现在点位好像也有点尴尬，能快速击倒吗？感觉有点难，还是能进交互点，进到板区，但是这个板区有点短。再踩板，这边的话再往前靠，但空地可能就追上来了。这刀能拿，还是给刀。但密码机干扰的特别多啊。是的，虽然说已经亮了1台，没错，但是外面的话零零散散太多密码机了。是，所以说他这个打法是非常聪明的。我知道我要大房进行死追的话，密码机肯定会被牵扯到个2台半多。对。一旦要是说有个空军再帮忙交一把枪，3台一起了，所以他就要一直利用这种打法去进行一波牵制，或者说进行追击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护腕被打断了。那这个位置的话要再补一个护腕，看看前面的话，有点卡脚，对，卡脚，再补一个护腕就可以多消耗一个道具也不错。如果没有卡脚的佣兵一定是双倒。这里再进行追击，找空军，空军直接往中场带，到中间一点，到时候让哭丑好进行救援。对的。佣兵要不自己去摸个箱子，看能不能摸出一个镇静剂，把自己的状态扎好吧。现在局面是很难去打出一个4人开门战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对球员方来说就稳定去破译，然后看能不能打个平局。但现在密码机的话，其实还差2台比较新的一个密码机，还是在破译。年年只是过来先盘一下救人位的位置，看能不能拦到。苦手现在也直接拉着火箭过去了，能给监控者造成眩晕吗？造成减速了，能无伤。能无伤救下，这边想拿苦手一刀，对，我就想顶隐约没顶掉，没错。
那外面马吉的话还有1台半，这边要陪跑吗？下，但密码机差1台半啊。我感觉这波陪跑其实有点微，对。外边密码机晃动的并不是很多，到时候底盘上一切，我切成传送，我出去可以再找一下佣兵的节奏。不太能够回速过来，因为接上前面短板直接给到1刀。是的。 这里可以先挂上之后不用去管这个哭手，他可以自己直接切成传送，直接去找这个佣兵的节奏，或者说直接走过去找这个佣兵。对的。要管这个哭手吗？我觉得可以不管。哦，要管了，要管。他想先挂上，因为自己的 CD 还没有还好，所以说这我可以先挂了之后再传送。但囚徒这边就可以先过来卡着了，其实还要进行破译吗？再进行破译的话，不管是他也好，还是佣兵也好，都不好进行救援，直接传送了。是的，找的是佣兵。 他现在想把佣兵直接击倒，击倒之后我给你挂遗产。主要是还是一个80多的密码机，没错，我觉得对于监管来说是完全能控住的。是的，这个护腕抵用，不能省。在前面短板，但这边的话还是进不了板，能拿到这一刀。对，感觉进错位置。那这里还是可以挂的。 挂了之后再去中场，去中场他现在就能准确的拦截到囚徒或者说是这个哭丑了，他们只能从中场这边绕。你要是说从月亮门那边去绕到一个小木屋，这距离实在是太远了。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监管的节奏当中了。是的，年年现在就是给求生者打一个疲于奔命，一直在让他们跑。主要大门这台密码机抢不开，那你必须要连线干扰到监管才行。然后大房已经拦截到了，这里应该是拿不到刀的，但是他只是过来骗你一波电的。 对，但这里的话上2楼应该要选择回速，但是这边也没救人，先补密码机，搞一下军少天，让他这2个人一直没有办法去动。对的，这边遇连了，他现在其实是想钓这个军少天的鱼，看能不能就是说你过来进行补这台密码机，你只要补了，哎，我就有机会把你击倒在这边的遗产了。因为都没道具，对吧？这边翻窗过来，回速也还没好，这边有个板弹，板弹直接拉开。 念念应该现在已经反应过来，理化纤维已经交了，而且你这里有非常明显的板弹，那你是没有带火用反照的。我觉得其实这一波追的有点太过于出去了，但也还可以，因为他这个局面，哎，不挂吗？还想着回手？念念想他4抓呀，他不满足于3抓，他想一直控，想把所有的道具或者说是状态全部打没。 因为刚刚如果说他判断出来哭手这边没有带火用反照，我可以直接给你挂地下室，或者说我给你挂在那边的一个3板。这局面你谁过来救，我都是能完成一个3抓。是。过来没刀，那这样子的话前面还能再牵制一会儿。这里有传送。哦，想去电掉隐约，但没电掉。这个打法捏捏是有点贪的。对。哇，是真敢翻！是真的敢的啊！刚刚应该是有接触记忆吧？应该是有的，要不然呢？不然不敢这样子的。对，反正现在求生方就逼出这个传送是大胜利，是就让佣兵队员去破译。捏捏这样的打法其实也是给到求生者呼一口气了啊，有点机会给到了，我觉得。耽误的自己的时间，其实耽误的也比较久，看能不能再把哭手击倒吧。哭手击倒之后，他是没有一个绝处逢生了，对捏捏来讲还有一些机会。但这个密码机必须要强亮了。哭手击倒，那另外一边就必须要强亮那台大门的，不能再管了。哎，这时候要挂吗？哦，我觉得可以逼他亮了之后再挂也行。对呀，反正你是没有带一个绝处逢生了呀。因为这边还是想挂，其实可以留着他在这边月亮门吊这个佣兵的。 但是大概率还是一个多抓，我觉得是。是的，逼到过来，手上还有传送嘛。然后这边是一个2挂的鬼小丑，想去拦截佣兵。是，但其实佣兵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拦是拦不到的。佣兵是能救的。对，给到1刀，但手上没有道具，那直接开密码机，是把人捞下来。求生者这边是想利用这2个人去分散监控者的注意力，然后让大门这边直接点开，完成一波跑一个。我觉得这一波应该得去追哭手才行，哭手是没有自起的。 不管是追谁，赶紧去抓！哎呦，一个慢翻，那直接击倒。是的，在里面可以先挂佣兵，挂佣兵然后再去找他。也不挂也可以，因为毕竟起得慢嘛。那军少天他是跑不了的，只能在这个点位去藏，不至于排不到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能排到的。就犄角旮旯去看。要不还是回去挂吧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冒险了，还要找吗？还在找，这边找到了佣兵，可以就找到了，起来了。 但起来没用，因为这边我再打倒你的话，你是没有自起的。是这边起来的话，还是一个面临对我击倒一个节奏。对，看还是要稍微找的晚那么一点点，你就可能不知道这个佣兵到底跑哪里去了。对对对。
有点风险在。宁宁还是很敢打的，这样也是完成了一波3抓。等到双方特别克制我艾维的，没必要去硬着头皮拿。说这手喧嚣，你这大防就得带移形。右下角了。右下角的话就是去找这个囚徒，不可能去找大副。大副摇摇怀表的话，实在太难追击了。没错。除非是刚刚那种一样的打法，我先过来去逼你这个怀表。去干扰吗？但是喧嚣这个角色不太适合，机动性没那么高了。上来直接去找大防，大防是个囚徒。一样的选点，还是刷在一个楼梯下方。对，但这个位置硬追囚徒的话，其实第一时间很难赶上。但远程给一个双重惊喜，还是给到了隔窗，再给一个。这一次没能给到，对，好像是放的比较靠里了一些。这次只是给到了一个焰火，求生者方还是能接受的。因为你要是说第一次的双重惊喜，你直接给到了2次标记的话，那其实求生者后边很难受，张狂直接开定了。对。现在话拉近距离，再想给到了，给一层是一个粘土，现在就差干冰了。后板前面的话，双击再放，同志预判了一下，躲掉了。是的，直接在等，前或者是在等一个双重惊喜。求生者这边也是在看能不能去拖到这边的一个板区，直接使用电砸。想电砸是拖吗？这不就感觉这个移形没太大必要吧？等双重惊喜岂不是更好？对的，那这个电砸之后，前面是躲过了一波危机啊，但还是有刀的概率。那你看要不要叫飞轮？哎，故意等了一手，但是还是没躲掉。再想给，刚好卡住这片区域，给不上啊。然后让场先锋现在也没有。对的，这怎么给上这个标记呢？我的天哪！终于给上了。那前面的话是逼出双重惊喜的，所以说这个位置还能再牵制，已经牵制到了一个3台密码机了呀。龙飞人过来，但只能上1颗球，还有2颗球要上。这节奏，求生者已经是3台密码机，到时候过来给个化险为夷就已足够啊。对。哎，这边在预判走板又没走，一个绕场谢幕过来没有给到。大干冰终于是击倒，但密码机已经有个3台半了，快。已经3台半的一个击倒。非常出色的一个牵制啊，就感觉这个移形确实有点急了，有点急了，没必要的。其实，东玄这边的板子不踩一踩吗？板子踩了其实可以防一下伏笔啊，万一到时候接个板台，你拉远距离，你自己还不太舒服。对的，因为大副的话，你不太好拦截嘛。是，想去拦一手，但也这么一个要求。看那个走位，2颗球，但以前的话是有博弈空间的。看一下，这边打到一刀救下，但没有办法弹双倒。对。哦，又要扭掉了吗？难道一个电砸？那这样子再拖一波，那像刚才说的，我们拉队员就可以登场了。是的，拉队员到时候过来给个化险为夷，强叠这个层数，或者说是直接让飞行家过来强行套一个化险为夷，密码就够了。对。看来的是回忆，还是回忆在卡哦。那应该就送的保明去吧，应该是我觉得。其实可以让过客自己他可能是怕被拦截。对的，因为你的密码机刚亮，一旦要是说是他这个人不在旁边卡的话，直接出去拦截这个飞行家，飞行家可能救不下来。是的，先保一手飞行家过来。对，然后飞行家过来之后，大副再去贴本。没错。高喷，元宵悬停，悬停到脸上，等一下。防止自己被震慑，一旦震慑的话，监管者翻盘面就来了。调一调有点极限啊，直接扯吗？直接打一刀先，落了下来，留下来那可以直接亮了，我觉得。是的，找过客可是有带回光返照的。对。东玄现在只能死抓这个逃板，你不能就是说是换人，你换人的话，这局面你有可能完成4跑了。对的。龙飞人过来，没给到球，这里还能再牵制吗？逃完。这里的电马上又要好了，不会还能再次电砸吧？这边东玄在防，他不敢过板了，不敢过板，再等。有飞轮过来了，又一次电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距离太远。是的，但是门也点开了。是。先看一下飞行家的位置，也是赶得出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成功拿下一波3跑。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大小比分是全部翻回来了。是的。小分这边还甚至是直接拉多了，因为在第2局他们是直接翻回。我们都知道东玄他的一个后手控场监管会比较多，然后心里拿出来的话不让你有控场监管选，那这个时候砸上的概率就特别高了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拿出个鹿头，真的纯挨打。
也不太挨打了。对的，对吧？你古董伤就算前武者这边直接选择小门，那还是要去追击这个古董伤。对。伤的牵制天赋应该就是带飞轮吧，单飞轮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去找望这边古董伤，古董伤也是直接往大方进行牵制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你要是说自己直接站出来的话，只有一个化险为夷，他没有办法牵制成功的，有点难的。那这个位置排到这边没有耳鸣，大概率也能猜到是往红毯或者中场去拉点了。没错。那这个位置看得到脚印吗？看到了。不知道东玄能不能猜得出来啊？能直接上来只能往这边去进行牵制的，对，有点太稳健了。把位置压迫住，然后去给一个远程的藤蔓。看一下这里，感觉好像不好溜掉吗？溜掉了，但到前面的话，这边推墙，但是都在预判。哎呦，这边是预判了一个过点的位置。是的，过客在预判他会直接过墙，东玄这边是在预判我墙你直接砸，对，所以导致这边都是空掉的技能。直线感觉走不掉，一个云门回头接了，再给一刀直接击倒。他想云蒙躲在那边的一个角落躲掉这个藤蔓，主要是这一手兴奋还没交，那这样子的话给到后手空军这把枪的一个作用性就不大了。这倒地速度其实有点快啊，密码机还影响到了陶板安的。陶板安又不能进行依旧，只能让佣兵来啊。对，得让佣兵过来，然后把监管的技能给逼出来，然后陶板安再进行救援，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会比较好一些。你空军如果过来依旧，假如说他知道这边是一个兴奋了，那你过来这把枪是一定会亏的。嗯，看这手椅不太好救，碎石没躲掉了，躲掉了。对的，那这边缠住，但是这个有点极限了，再缠，但是还是救下来了。这要是能缠住人，可能要过半。没错。要看一下26的一个情况了，因为这一手的话，对于东玄来说，能把兴奋省下来，那这一局多庄面就很大。但是好像想去省，我觉得不如交了。对，我也觉得交了会好一点，因为2棍的时间让他进板的话，牵制起来会不好。就算枪来了，到时候再给他进行一波控制，其实就好了。对，疫情，然后空军的点位的话，刚才是跑到小门去修了，还会来吗？两空密码应该是过来了。这边要不要再吸一下？还是说留着？那就想留着。感觉是不太想来救了，想留着这把枪。嗯，要能给到机会就直接进行救援。对，我觉得技能逼出来，然后这边的话要去救一波吗？要直接来了。再缠住，再一个碎石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博弈风险，压力还是在的呀。对的，直接扯，哎，想打针对，扛不了，不能帮我扛。对的，碎石，你要是扛了，心里刚刚那波给的移情就白给了。对，再给一刀，直接是的，他还是缠得很准的。那这波救援其实代价不大，反而是没有给到佣兵的一个状态出去嘛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马基其实差的还是有点多的，对，因为16他不够，需要第2个人把这边的压力给他撑起来才行。但这场上除了空军，其他2个角色都不好撑啊，因为一个只有一个护腕了，另外一个就是个白板。没错，可惜吸到了一个碎石买卖。剩下最后这个护腕也已经弹完了，这牵制压力可就大了。这里先缠住之后再交碎石，缠住了，这碎石能交成功吗？碎石再给一刀，直接击倒。是的。然后外面马奇的话还差1台半，选择直接传送落地。找到还是个心理也不好牵制。对。哎，但是躲掉个碎石。是。但我觉得这波心理如果说能扛住压力的话，会有点机会。哎，给到一刀了。这真的不太好过。这把的实在太短了。然后能击倒佣兵这边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干了。密码机他也不敢进行破译，你要破译的话，我转头再抓你，你就没有绝处逢生了。这局面就锁定一个4抓了。再缠住，击倒。佣兵看敢不敢破译，你要敢破译，我直接转头再抓你佣兵。现在就尽可能带走墓地嘛，因为墓地那边是一个大遗产，但明显东玄这边我记得是带了一手巨钳的。佣兵这边不敢做事了呀。对，把人往回一挂，那这个时候对于佣兵来说就很尴尬了，只能小门地窖再去破译一台新的了。这里其实可以接着进行追击佣兵。是的，然后有这个想法在的。对，然后那边密码机现在其实也不够。对，
把人驱赶走，是没有想起来，知道你往小门跑了。东玄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往红毯走，就看佣兵的那边的位置。如果说是他一直小门密码机没有晃动，那你就回来，我就接着再去抓你佣兵。对，再封一下大门密码机，但其实佣兵的话在小门，就等。这边状态条应该是要过半的。是的，不够，密码机不够，这还是个佣兵在那里炸到一下。那这样子救援是有压力的，因为藤蔓缠住了之后是可能躲不掉的。有个飞轮在，飞轮能不能？飞轮要顶多，绕头回来过，哇，绕了一个圈，我的天！天哪！那这样飞轮也交了，碎石又躲，这边还想再来个碎石，把人救下来，扛到一刀。这把枪想交吗？可以省，但我觉得得去把新血保下来。是的，这个心理底要击倒，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平局面出来。感觉是有点机会交枪，但是天哪！对，还是炸倒了。交的时候直接用碎石把空军给击倒了。是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换一波容错，然后再换个位置。哎，但是心里这个位置想去补密码机，看一下。心里现在最好直接贴脸，贴脸救，不贴的话就直接亮。卖了走一个，他们想要直接卖掉走一个了。再卖掉走一个的话压力挺大的，我觉得。也没办法。藤蔓出来。这个位置是往小门走的，手上有传送。那对于佣兵来说的话，得扛住这波压力，因为佣兵是没有自起的。看一下东玄的一个选择，这边已经在抢点门了，只能去找这个心理了。你如果是去找这个小门的话，他这边也是能进行救援，然后两个人到时候再分开。要么就刚刚果断的去找小门，那现在找的话能救到。但看这个击倒时间，他如果能把这佣兵解决掉之后，再次化缘，又吊住了。对的，一个震荡，但给了一刀，必须要再给一刀才行。是的，不能让他去开小门。小门这边要再接人破译的话，能开完。小门，然后这个时候技能进入 CD 了，没有藤蔓，到不了大门。是，然后佣兵是没有自起的一个状态，他也知道。但这样去摊，容易给到求生者有个平面啊。对。而且不止平面可能，如果说刚好这样找吗？刚好大门可就开完了。对，刚好大门开了的时候，还是要去回去管了。那你这里能盘到耳鸣吗？如果说没有能盘到心里的耳鸣，他还会再回头去管这个大门的。一直在找，觉得心里就会在这一边。对的。我再出来找耳鸣，应该快响起了。另外一边空军不敢，他不敢出来呀。他还以为有人去摸了，对，他在吊这手空军呢。那这一手回头的话，基本上是走了像一个平局了。对，有点走远了。是。其实这边根本没有耳鸣，那只能被迫把人挂上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在上半回合，双方再一次握手言和打平了。压满或者说卡半的一些选择，你必须要在卡半之前过来救。对的。拦住大夫救人不太可能，但是他有机会能给大夫直接造成双倒。看一下，然后帮忙选在了红毯的点位。这样保教授的应该就是教授带化险为夷了。但我觉得教授他是可以牵制邦邦的，是能牵制的。飞轮加化险为夷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先去往大房把教授赶走。这边的话也是往右先去驱赶一下，但好像成功预判到了教授的一个走位到小门啊。这地方看到脚印了呀，但是好像回头，难不成他认为是其他人？有可能以为是右手区选的位置的人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再往左跑，一直在找。但求生方这边拉点控制的是非常好的，但远处已经看到了古董商的一个身影，也确定了脚印。那只能追他了，不能再去找其他人了，因为你现在再去找其他人，外边密码机可就掉一台了。对，因为这一局他是带了张皇挽留闪现的一手天赋，是保稳了，没有带移形的。看一下前面的一个交互点位，大叔，这个地方你云门了，2连雷，云门过去没有吃到，手上有飞轮，对的，准备要走一个点，打掉这个遥控雷了。我觉得这一局，连到一次，是的，前面的压迫感就很大。看一下这边要交棍，预判了一手，虽说不给连雷，一直单雷去骗棍，2连雷，飞轮躲掉。很秀，两边的博弈都非常出色。那看一下过来之后，给一棍先打个止戈。这里的话想要硬挤，看这个雷放的非常好，能发闪现再一个击倒，这样打到一个恐惧之社的存在感就拉得更多了。没错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第一波手椅下来，可能就会有一个2阶的一个状态了。是的， 2阶的邦邦跟1阶那就完全质的改变啊。
这样的2阶，你让大副来，其实压力都会很大。哎呦，摇过来直接摇到大副，猜到了。那这样子双倒的风险更大了。看一下，被迫还要过来卡半救，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要一个3跑的局面。看一下，连雷风走位，石榴眼炸出来，给到一刀，打一个双倒。那他怎么猜到大副在那里的？好果断的，直接一波雷直接摇过去了。因为他知道大腿密码机有动静。那这边要救人的话，如果说点位来藏的话，可能就觉得那个点位更可能。对，平时训练的话，训练到了，我觉得是。那好大胆的猜测。给棍先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就要了，但没用。这边其实还是比较难牵制了。但能拖出这个化险为的时间，也算是有空间在。帮忙扛。对，这边鳞片一捡，雷不是很够，交鳞片弹到了。这应该是教授扛到了吧？对的，教授他有个眩晕的效果嘛。来看一下转进大房，因为刚刚雷是有点跟不上，那现在转进大房的话，反而是给到一波转点空间啊。对，把大副这边的时间都有拖够了。对，有点机会了，现在是。这还有机会能去争一波3了。哇，还在扭。这边的话，先把交位点封住，看一下2连雷又没给上，有点着急。遥控雷啊，给到了还行。但是你这手上的雷虚不够啊。对的，那可以翻窗去压迫他翻板。哎，再炸，终于炸倒。炸倒了。但密码机现在马上要压好了。再救一波60的都够了。对。我觉得这一波其实对于捏来说有点风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话，教授这波救人很关键。教授只要他的被动，他想换人，他想让我觉得是他来救，他只是想多修一点。主要是小木密码机他缺的太多了，让他来救的话，到时候密码机不容易够。是得他来救，因为他的一个0.25的被动，只有他有一个以前博弈比较好的空间。2连雷直接直接救下来，对，直接救下来，化险为套出来。那密码机的话77、87的一个状态，感觉是有机会够的。气象要过来保吗？气象并没有选择过来保，想让2个人一起破译，抢密码机了。现在就抢小房那一台80多的一个密码机，看一下，这能够啊？感觉是能够打出来4人开门战了，是能把这也是下掉了，下板压一波，炸到没关系，直接开。手上是张狂挽留加闪现的天赋，你闪现一定要大门拉不住，门是能点开的。是的。那这样子，跟教授现在一起再去跑向大门，那就拦不住了，能完成3跑。把人往这边一挂，这边是没太大机会是管到门的了。对，管不到。外边的话也是随着教授来到红毯的位置，紧接着出门的话，那这样也是可以直接恭喜朱雀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没错，确实是在古董商26这里抓住了自己的机会。哇，这个躲雷躲得太好了。对的。就看一下求生者这边的选点吧，会怎么保护幸运儿？是，主要还是求生者的技能和道具、手持物是比较能够牵制喧嚣的。对的，就看第一波能不能排到幸运儿的点。点像是大房的木偶师以及绿河方向的守墓人，这2个人都不太好追。如果说追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是往小明的方向先去逼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幸运儿。幸运儿是选择往大房走了，那这一波梦幻小明应该是拦不到幸运儿那个方向，只能强追教授。对的，小果冻的教授。那教授在这个点位的牵制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大的压力嘛。是的，开局只要去躲双重惊喜的一个位置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再去衔接上2楼的这个荡绳就可以了。没错。这点位也上不到惊吓标记，但是荡过去应该是有机会能够跟着来一下了。得进入到前面的2板区再进行一个博弈。对，这地方有机会上双球吗？上到了，双球给刀很快呀，卡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，直接上了双球。那这一波第2段的双重惊喜再补一颗白色惊吓标记，对梦幻小咪来讲节奏是很舒服的。就看教授这边鳞片去如何跟喧嚣这边博弈了。是的，这里是利用沉默的一个时间拉过来，给到了一个红色惊吓标记，再补双重惊喜，直接打倒。开局60秒击倒，这个节奏对梦幻小咪来说非常好。是的，而且还可以在这边压迫一下守门人的破译。是的，当时小果冻的一个鳞片应该是交早了，当时
不是第3下的一个引爆伤害嘛？哎，这里打断了，守墓人的铲子被打断，那有没有机会？哎呦，第2段双惊喜啊！是的，第2段双惊喜是没有拉到脸上来，小明有意识的去躲了一下，那还是得追这个双倒。小明用命令的在拖，来的人过来，看到了双倒。是的。 那要不要考虑用移形跟进一下教授的身位呢？当时其实他的一个铲子 CD 已经差一点点，一直被红色区域覆盖住，没法下铲了。那这里化险为夷的时间能不能拖过去？交火洞是有一个鳞片的，鳞片再次交了出来，不还行，是翻了过去。对的。那这波可能移形还是得交一下，这样子才能说是完成一个快速击倒嘛。但他现在得等教授离开。 板窗区域，如果不离开板窗区域的话，他叫移形，他其实也不太好拿刀，对，所以他干脆直接用双重惊喜了。这波虽然说是被26了一下，但是你看电击也并不多，而且这边是有个地下室的，没错。第2波的救援，像没有人携带化险为夷了，那怎么可能这个教授就要偏向于一个被卖掉的？没错。 因为你来救的话，危险性是非常大的，除非你是像莫尔斯这种能吃多刀的，到边上来稍微卡一卡。 这波就是派小明，哎，但小明这边被通缉了，是过来勾引的吗？可能不是那么好卡。对，小明没有还行，往外拉，对，这波只要把他脸上给压力的，把喧嚣压到这个地下室口，不让他出去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波移形移过来，脸上是一个娃娃，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处理掉487，远程用这个娃娃非常好啊，还在躲啊，是的。 终于打倒，而且上一波他拿到了双倒啊，但是求生者这边没有断很多的节奏，因为守墓人他是直接找到了娃娃，把自己给摸满了。对的，还是想回来去对大房外侧这台电机进行一个针对。没错，看一下这个点位，想处理掉守墓人其实还得挺久的。 这里先上球吧，先打出来，打出来以后再用双重惊喜，这里不敢翻，翻要震慑的。是的。哦呦，哎呦，这个击倒速度可以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开了技能以后的喧嚣就是这么灵活，压到遗产了呀这一波。现在求生者是没有化险为夷了，但是呢，守墓人还有最后一点铲子。是的。 这一波梦幻小明看一下能不能排到487吗？他在原地翻箱，排到了，一个护腕，还有一段双重惊喜，还身上好像还有一个香水。是的。 香水放了出来，那得针对守墓人打了，不能让他带离，扛刀扛得非常漂亮。对，487一波回香，利用庄园老友也是正在往外带。那你想去留这个满状态的幸运儿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难的。哎，分刀还规避了惊吓标记。是的，直接全部清空，再拿一刀，下一个双重惊喜好了，来得及吗？哦，还在走位。第1段双重惊，第2段也骗掉了。 哇，这个牵制可以说是把能做到的全都做到了，而且他拖的这段时间是让外面成功的兴起了一台密码机，起到了40左右。守墓人跟莫尔斯进行一波换位，还可以再过来让莫尔斯救援一波。哎，对，那梦幻小明这波看他是打手椅，还是利用喧嚣的高机动性打疲于奔命？他虽然说可以出去，但是脸上这台也是大遗产，所以会有顾忌存在嘛？对，但是他如果出去的话，有个好处就是守墓人他是2挂。 而且他开门战道具也不是很多，看一下这波双重惊喜，你可以看到莫尔斯卡的位置是非常刁钻啊，是卡在了一个2楼的位置。没错。那这波预判往前跳，刚好下来接到了。哦，大胆翻。是的，摇出路易，这一段路易，这里用一个卡位，直接震慑了，举起来了。密码机当时是98，不够。对的。 感觉有一点草率了，他是卡在了路易最后结束的那一刻，他出手掏了，打了一个震慑。是的。哦，那局势现在就不一样了。这把要奔着4抓去了。对，本来说如果救下来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定有平局面的，因为都有带回光返照。没错。跳过来一个双重惊喜，再次瞬秒掉了守墓人。哎呦，梦幻小迷这波手椅抓机会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。他这把其实整场你看下来，你会发现出道具的这段时间内，我小杨他也是在积攒自己的怨力的。对的。 那就看宠外这边的技能选择会携带一手闪现，还是说我要争上线带一手失常？那这样幸运儿的位置反而是最安全的点，非常的安全。这个地方你去找幸运儿一个尾容都够不到。对，而且你就算去找他，他可能提前藏好身位，你是找不到他的具体位置的。要么就是装模作样追守墓人。你看一下，是往中场的方向走。
视角一直锁定在了信玩的那个方向。对，虽然说比较远啊，但是也得去尝试的找一下。陈某人那边已经在翻箱子了，这个点位楼上是气象，好像嗅到了吗？嗅到了。但是他是一个偷袭的围龙，偷袭楼上的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圈陈某人的方向，他知道你白纸在楼上，我直接一个偷袭围龙。那这招拿得非常快啊！是的。 现在甚至第2个笼子的阅历刚展出来，这个楼梯的地形不太好走啊，对气象来说，就看这个八字这个风怎么去使用呢？选择交了陈云，但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定点交互区域的呀。是的，还好是把这个围龙的时间给拖掉了。对，他虽然说交了陈云，但等于是在大平地牵制。那第3个笼子的话，看有没有机会通过飞轮再衔接上自己的一手强风，或者说陈云。 哦，还是捏出来了这个陈云，但是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飞轮，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拖。哎，没交出来，没有交出来，交出来了，但是没有没有预判到那个出刀。哇，那这样宠爱可以利用自己的巨钳，把它往中场电击的方向挂一下。没错，稍微往前拖一拖。那这一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答案了呀，为什么成都狼队去选择了这张不归零？ 等于说，宠爱他是有在这张图苦练过跛脚羊的。我们前面其实聊过，跛脚羊他在这张地图某些地形上是很难去追击的。那这波一脚下去，穷者等于说有一个是在挂机了。前期的密码机量非常少，而且守墓人被架在这个位置，救也不是，不救也不是。你刚才踢失常的时候没有无伤免费救，那你现在就很难受了。他可能考虑到，如果说踢失常直接救下来，这个血线淘汰会非常快。是的，得不偿失。这一波震颤。 出土，然后直接拿到1刀。现在对于宠爱来讲，阅历值非常多啊，而且，哦呦，还是预判到了这边气象学家的走位，直接传送了回来。没错，看一下要不要来一波经典的偷袭密码机来了。哎呦，没放出来。后撤跃龙消后摇。是的，是的，没有放出来。他其实站在那边站了很久，男应该也是能够意识到的。对，你站在那边不动，你还能想着干嘛呢？很难猜吗？两人都心照不宣了。对。 一个围龙围上，那边弓箭手正在拆，来得及跟上吗？看一下这个蓄力，好像来不及。是的，而且也没有射，那波承载也是给到了一点威慑，吓一下他。哦呦，还想再偷袭一下这边的，而且也成功了。他这个围龙放的位置非常精准，是直接把男给传了过来。对，有研究的呀，宠爱这个围龙。那现在穷者的节奏就有点差了。 看一下迅儿手上是带了一把枪过来的，这一波直接开枪，是的，保气象学家转到楼梯的区域，给他有个上楼的机会。那这样的话，迅儿得趁这个时间去把守墓人给摸起来啊。两人需要调个状态才能应付残局。没错，一个围龙，哎呦，提前预判到了荡绳的位置。是的，他比你荡绳来的还快啊！你有荡绳，但我有牢笼。而且你荡过来以后，你没法立刻再荡回去了。他还在空中，脚还没落地，已经被处理掉了。我的机智在你之上。是的，是的。感觉宠爱今天这一把跛脚羊拿出来以后，后面很多队伍也会尝试在这个地图去使用了。先清掉幸运儿的傀儡。是的。而且当时应该是用傀儡在摸吧。 用傀儡在摸守墓人，那守墓人也是直接下铲走了。这里陈某人有一波爆点，哇，刚好，还好香水是放了出来，手速也是非常快啊。是的。但这个点位，这个飞轮有没有机会没有交出来？没有考虑用。考虑到这个交了飞轮之后，也不一定能废掉这个笼子。是的。但是脸上呢还有一点遗产，这个位置，这把对穷者来讲节奏非常的差。 迅儿这个围龙，去脱够了，下一个围龙还得再脱够密码机才有机会，因为守墓人那边的状态是一半的。如果说守墓人他是满状态，那么他现在下个围龙倒，密码机是够的。目前来说的话，还得再废一个龙才有机会。是的，一个单向龙，没有选择交飞轮，这边也是牵制不动了。是，而且宠爱的失常是还有机会再踢一脚的。对的。 这边把人往外举，看一下怎么选择吧，是直接出去打呢，还是出去踢一脚再回来守？他现在打拦截是完全可以的，因为你看弓箭手的位置千里之外，而且守墓人的电击是一直在走的。是的，宠爱他可以明确锁定到弓箭手的位置。这已经有耳鸣了，看一下龙骨弓，并没有命中，直接拿一刀，那这地方救不了了。对，愿力够，完全可以拦截。一个后撤跃龙，
直接切闪现，迅速击倒。是的，非常的果断啊。其实陈仔刚才已经是教过龙骨弓以及秘弩了，都还在 CD 中。但是宠爱还是非常果断，他不想夜长梦多，万一被你拖好了，我可能就打不到你了。是的，也是电击压力非常大吧，所以承载这边也是想多拖一点破译进度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贴近这个椅子。没错。那这里过来看一下，直接找到了南，强行一个过板打倒，没错。哇，前面还在说宠爱这个赛季还没有拿到过4抓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而且是在后上的一个情，来稍微干扰一下。那就看这把夜雨的天赋携带，可能还是。来看双方的选点，病患选到了终点，鬼屋的心理，桥上的投入大师以及起点的空军。轩霄选到了3站下，直接冲着桥上去看一下。南已经提前捏好了道具炉了，是的。远程的一个双龙惊喜，看一下，哎，上到了一颗土球，没错。先拉一波烟墙，那这个点位没有选择在里面继续待着。这个烟墙，对，他想上滑梯去牵制，这个地方骗出刀，但还是上到了惊吓标记。对，那前面这个板区就有点危险了。因为那双惊喜已经好了，不过一个盲拉，哎呦，这个远处的上红球，是的，第2段引爆了伤害，对，那对于南来说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也只上到了1颗嘛，就是他前面引爆了那个被动以后，他再往回走又多上了1颗，那就有点亏了。第2个迷烟炉扔出来，他这波得考虑去围绕这个地形进行一个牵制了。是的，因为这边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。夜雨的第1个双龙惊喜，不太敢翻这个板。是的，前面转到前面的3板区，错，还有一个博弈的机会，用板子稍微拖一下，可以拖到下一个双龙惊喜。好，哎，这几波走位都是非常秀啊，没有给到惊吓标记。是的，南这里再找到机会，下一个板。那这个双龙惊喜看一下能不能拉过去。哦呦，躲掉了。是的，但是本体的一个转盘是在朝着他的。不过这个牵制时长再配上统合大师的一个幻影被动，没错，把电击拉到一个3台电。是，因为自己再来一波换位的话，其实那时间应该是足够了。哎，足够了。也可以说是弥补病患和空军他这个小短腿的救人劣势嘛。没错。这一把应该会让心理先过来救人，因为他带了化险为夷，然后给自己换个位，这样的话也能保证心理没那么容易被拦截。这里已经换到了靠近狮龙的一个椅子，而且他卡的那个角度是非常好的，可以安心的压血。夜雨其实在人被换完椅子以后，他其实也不太确定求生者会从哪边来救人了。第1波双球上到救下来以后拿了1刀。来回头追一下这边的桃核大师。是的，夜雨没有选择把第2段的双龙惊喜交到心理身上去打一个双倒，其实要打我觉得是有机会的，因为心理他没有道具，没有技能可以牵制的。哎，对，而且你手上的移形还在嘛。而且对啊，而且他拿完双倒以后，桃核大师走的方向，他一个移形追过去，再慢慢处理他也是可以的。哎，你有追双倒的资本，如果这波没有移形的话，可能还是打针对会好一点。是，你不打这个双倒 ，OK， 那心理一会再过来卡，对吧？我找一个刁钻的角度，然后桃核大师这里。再拖个几秒钟，那你还是很难受啊。对的，就我这2把椅子来回轮换。他们第2波是打算让承载去用自己的信号枪保一下桃核大师。是的，而且本身空军如果说队友上椅的话，他破译确实也没那么舒服嘛。这里如果说能够用信号枪保住桃核大师的话，是有机会能够撑到开门战回光返照的。看看能不能用这个飞轮先规避一波惊吓标记，这样可以把血线压得更极限。哎，这双惊喜交了出来，怎么说飞轮失误了？赶紧交枪。哦，那反应很快啊！是的，这一波第2段的双龙惊喜好像交不出来，那南是有机会能够活到通电了。哎呦，再砸1头，是的，9秒钟的一个双龙惊喜，这里帮忙肥胖牛再砸一下，电击要拖够了。是的，密码机已经到了90%多了，感觉找个窗卡着密码机就够了，也够打倒怎么说？直接通电，再拉一下，第2段只上到2个球。因为他倒地时候只把惊吓标记全清空了。哎，不过好消息是求生者那边贴门会需要升位，没错，所以说还有一个移形过去打一个平局的说法。是，而且求生者如果全部在起点的话，他这个移形过去很可能还不只能平局。对，要看击倒节奏快不快了。哎呦，一个移形看到了过来，空军，没错，逮到了空军的一个位置。
但其实空军这波他是故意在短桥上作为一个诱饵，是的，他知道吸引你的，他知道没人贴门这种情况，他一定是走不了的。哎，所以干脆在这边卡着。对，而且你看他这个地窖也是在短桥附近的嘛，如果卡得好，能拖到耳鸣的一个判断失误，还有机会走地窖。没错。那这把整体看下来的话，其实对求生者来讲，开门战是有点可惜的。这两个角色，那可能说中后期你救完2波人以后，那第3波这2个半状态的救人位想去调整，这一段时间是求生者最脆弱的时间。如果说梦幻小迷找到了机会，逮到了你们这2个在调整的人，那么可能一下选到了鬼屋板区后面，直接追击鬼屋的一个弓箭手，终点站的病患，桥上的野人以及起点的小说家。这个阵容，弓箭手他的天赋应该就是一套牵制天赋，所以对于求生者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是。开局直接就奔你弓箭手来了。是的，弓箭手直接上楼。哎，但是上楼的话是有一个被回速拿刀的风险啊。没错，看一下有没有翻。骗了一手，哎呦，好赶啊！很近的一个身位，他才翻了下去。他也是知道下面可能有影子，所以尽量能多拖1秒是1秒。进到前面板区博弈的话，要考虑挂撕裂值了。没错，这个地方先一个反弹往外拉。还好是没有直接射到要害啊！看一下，哦呦，自己主动触发了一下撕裂值，再回溯，怎么说？一个壁上了一个撕裂值，后撤能打到这一刀吗？过板强行过，而且撕裂值很极限啊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再走2步，主动触发掉。那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说，要让小说家来辅助一下了，不然小天是有可能上不了车的。对，小说家这边是携带了一手巨力。是的，这里换位应该要直接砸了。哎，没砸。那这里有闪现上去的机会啊！梦幻小迷可以闪的，这是怎么啦？刚才那个位置其实不远啊，就已经换到了板边的。对，其实不管是小说家砸还是弓箭手砸都是可以的。弓箭手他一定不砸的，因为他小说家一定会说我带了巨力。对，那你跑你上车就行了。那这一波没有砸出来的话，一定是小说家的问题。哎，应该是小说家砸，因为小说家有巨力，他那个砸板收益会更大一点。对，那个板只要他砸到了，那么弓箭手一定是坐着车到对面了。对，而且这边小说家状态也掉了，而且密码机还被干扰了。看一下梦幻小迷这一波的手椅拦截，一个野猪冲刺来到椅子面前，稳稳打一刀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已经开到了2阶。那弓箭手还有2个龙骨弓，但是其实还是比较难牵制了。距离太近的话，你就算挂到这个撕裂值，其实是规避不了这一刀的。是的，主要他这一把没有选择带一手飞轮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很难去让自己有那种更多的2秀的空间。对，就可以在弓箭手，比如说我们赛场上遇到弓箭手的时候，很多选手他会选择带一手双弹飞轮嘛。没错。那这一波外面2个人如果要调整的话，应该是要考虑卖掉了，让病患来卡一下，把2个人都摸满。对，梦幻小迷不能坐以待毙，他必须压出去才行。对，他看到那边有人在调整，那你又没有其他道具可以调整，你干脆主动出击，因为他是有回速的，你去把病患给逼一逼他道具，这样的话也方便自己的第2波追击节奏能够续上。这地方想再进行一波救援，但是血线可能会有点压力。2下直接打，不敢逃，骗到骗了。是的，前面还说野人不敢逃，原来是在骗。直接来了一波无伤救，那这一波救人可扳回很多节奏了，而且给了一个非常好的26身位。是。点位板子一下，其实板子前面是没有，哎，被骗回来了。是的，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的。不过这一波救人也算是帮求生者缓下了非常一口大气。是，看一下这里，把人挂飞，手上有传送，哎呦，可惜那个鬼屋板区直接已经开掉了，不然梦幻小迷是可以直接传过去的。对，但他还是得先去找一下487，看外面电机抖得很严重之后再去考虑传送。没错。这里就步行先过来逼的，那知道脸上是小说家的话，外面再破译的应该大概率是一个野人了。病患是，哎呦，飞轮一顶，卡红光，看一下这里隐喻还有1半可以吸出来，这个马上要可以砸头了。梦幻小迷出来了，对，梦幻小迷也是架着不让他有一个贴板的机会，但487还是贴了过去。哎呦，极限吸出了输液，换位砸头。是，终于补上了这一波砸头。这个距离你看砸完以后人都跑远多远了，来到起点，但这边是个野人，野人就不太好处理了，可能要无功而返了。是，这地方率先拿到了1刀，
等一下影袭已经好了，打下来吗？一个野猪突进，直接往前冲，好像还是能给到这一刀。没错，第2下没有抽到，但是穷者那边已经快速兴起了，对，已经没有往起点去靠了，开了一台新机。这样的话，野人如果说上移了，但是开门战那一波他下移是可以再上一波出的。对的。2块板先踢1块，这边就尽量拖吧，能多拖一点的话都是优势嘛。是的，密码机是不太够的，这个地方想骗翻也没有成功。哎，那梦幻小迷这波的话，得考虑把野人往起点那边挂。是，可以看到最后压的那台电机是鬼屋那台密码机嘛，所以说开门战还是比较有说法的。如果挂到起点附近，是的，这样的话尽量还能拖一拖自己的下一个传送。不过穷者这里是已经贴了过来啊，准备过来救援了。目前这个局势来看还不好说。因为开门战全勇者的站位会比较集中一点，都有可能想先处理这个病患，把野人给放出去。但是这样的话，鬼屋开的密码机终点是一定没有人点的。对，梦幻小迷的思路是对的，就是先处理起点的人，但是跳下来了。但是小果冻这里为什么提前跳下来了？他其实可以等在车边上的。他可能不想第一时间等，因为他怕梦幻小迷直接传送终点。哎，他不想第一时间开车走。这边站台是点过的，没错，这样子可以直接1站到3站。而且如果梦幻小迷这一波选择传送的话，终点站没有人的，他不敢传，因为他的回速还没好。他回速前面在起点站用掉了，他只能步行到终点，然后再传起点。这波太冷静了。是的。那小果冻这个点位来到了终点，梦幻小迷发现门口没人，只有小果冻一个人。狮龙的地窖，小果冻还有2个钩子，有机会博弈这个地窖。是的，有一个影子。老肖钩锁了，直接往210窗的方向勾吗？哎，随着2个队友已经到起点门了，门已经开了，马上出门，拦不住了。小果冻他做到了，跳出了这个地窖。谁能想到晚点开掉的门，或者说他走的那些窗，你一定要碎石交得准。这样的话，你少拿1刀嘛，你中2个碎石，1刀就可以打倒了。哎，同样求生者这边的话，可以看到最近红教堂杂货商登场率很高，并且都会尝试对小门的。但脸上这2个都不太好追啊。哎，还是选择在了一个比较常规的杂货商选墓地的一个选点。是的，墓地的话，好处就是我出门对吧？我直接可以去开门什么的，斩碎石或者说斩藤蔓。勘探直接选择往小门走，果然还是想逼一下这勘探员吗？哦，没有，又绕回了花园。开局直接吸了一个藤蔓，是绕到花园。他可能考虑到藤蔓在处理4号机地形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哎，没错。这点位，白子没有选择往板区走啊，那个地方要被迫交道具了，可能得交悬停才能规避。那交了悬停，藤蔓可以直接跟上的，可以尝试，因为这个点非常空旷。没错。白子其实刚才如果说在板区搏一下会更好啊，但是他的一个走位非常好。是的，他的道具非常松弛，但是他的走位又弥补了这一点，躲掉了碎石。是，然后第2波再来一个喷气背包。总算是命中了一个碎石，但是求生者密码机进度倒也还好，不算特别多。对宠爱来说，只要再挣到1次闪现就能够收尾，还是很有机会的。直接先拿1刀。是，那下一个碎石的一个命中率就很关键了。不过白子喷气背包也好了，还是有机会可以进行一波拉点的。看这波碎石能不能预判到白子的飞行器。比较难。哎，直接选择藤蔓去跟距离。哦呦，很准！哎呦，勘探员来了，来迟了一步，比较可惜，差了一点点。还想再干扰一下吗？这个距离应该是来不及了，所以选择放弃。但是他们对地下室的这个位置好像没把控好啊。哎，是的，可能还是得跟一下会好一点。对，如果说知道这边是地下室的话，跟过去，那么他不一定敢挂了。对，自然跟不下来，但是至少能保证不被牵到地下室。是。就算你牵到地下室了，我在上面吸一下也可以啊，多拖你几秒钟嘛。手上现在2个碎石是很难有求生者能救这个地下室的人的。看一下，火灾调查员已经靠了过来，一个气囊。哎呦，在弹射的过程中，吸到了，而且提前的一个闪交易是拦了一下闪现，打到了椅子上。
哇，这一波是有点没想到了，一个救人的换位把火灾给卡到了身后去了。可能还是跟这个杂货商的刀气会有点关系啊，它比较偏向于一个直线。这已经是一个100分的手椅了，宠爱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最好操作，但是那一瞬间闪现的那一瞬间，火灾调查员他位移了。我甚至感觉可能衔接上一个蓄力刀都有机会能打一个震慑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这里勘探员直接来到脸上，看一下。一波碎石震到，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拉扯出去啊。对于宠爱来讲，弹了一下，还好是放下来了，放了下来，炸到了碎石，看一下，再吸个重金之托，想让自己加一下攻击距离。哎，这个也可以绕过去，对，这个直接是可以绕过去的。这个磁铁要扔到的话，那还是可以再干扰一下的。因为现在还只是2挂，对于穷者来讲，如果说再 OB 下来一波，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。对，现在还不够，可能就差这一波磁铁的 OB。但这一波佣兵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如果说他救下来以后，承载再次过来 OB， 那密码机就不好说了。不过承载的密码机在墓地啊比较远，所以 OB 可能要大于破亿吧。可以让，毕竟第3局嘛，第3局的话，我觉得穷者肯定也是想争的。对，可以考虑让飞行家往承载那个身位去倒，这样子可以不用耽误特别多的破译时间。帮忙卡板，如果你敢开门 ，OK， 我直接再去堵你的门。对，现在佣兵肯定是这么想的。要堵了，堵住了。哎呦，这个执行力非常快啊！没错，那这样的话也是给到了飞行家能够成功去到墓地。勘探员手上的密码机已经破1开了，两人要汇合了。是的，这个点位承载手上还有最后一个磁铁。再开个门，哎呦，肥胖流没肥住，再拿一刀还行，先处理掉勘探员。看一下最后一台密码机没有在抖动，宠爱知道密码机不太够，想直接过板。超博弈到这个板子，是的，现在很关键了，再开一个门，但这个门的方向，哦呦，一个碎石震了一波，这个门的方向不太能够帮助他追击啊，可能要等下一个充能。但是这时候勘探员已经起了一个震，还没起，差一点点。是的，差一点点。这2波碎石是非常的精准，成功把飞行家给震倒了。手上有传送，如果直接传送4号密码机的话，其实有机会压遗产。一下这边的承载，是的，精准命中，直接打倒。承载手上是没有绝处逢生了。宠爱的话，他现在是以稳为主。如果他要争4抓的话，他可以传送。是他主要是看到4号密码机没有在抖动。对，看一下怎么说，传不传呢？以稳为主，他现在保平，目标就是保平嘛。他这样的话，其实开门战有一个怎么说呢？弊端就是得去处理卡在中场的那个人，如果没有拦截到，那么还是只能保平。这边藤万的一个还是选择传了，但是密码机够了。是的，这个地方震了一下，再开一个小门，一刀博弈到了，但是没有传送啊。这个时候没有传送，你是非常致命的。有一个佣兵卡在中场，满状态的佣兵。不过还好他没有道具。对的。那就看一下宠爱接下来的排人吧。其实对于宠爱来说，现在他还有3张面，因为没有求生者可以第一时间贴到2个门。是的。现在先往起点排下耳鸣，但是看到了这边的勘探员，只露出来一个头，被发现了，又捆到了，不过还有磁铁，而且卡在了板前。一波震加一个抽刀，可以直接回头，因为勘探员是当着他的脸交了自己的。绝处逢生的，是的。但是他好像打算先挂求稳。对，再叫藤万赶路回去，其实也可以。是的，因为已经确定你人是在大石头那边救下来的嘛，去拦截。如果说能够拦到人，那么说明什么？小门他一定没点，对吧？小门一定没点的情况下，我有机会再去拦门。宠爱这边是看到了两边互相拉扯，但是陈某人那边已经在贴近椅子了，陈某人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救下来的，血线应该是够的。是的，这边充能还没好，先震一下，再开一个门，极限掏了下来。不过佣兵的话应该是很难走的，就只能说在大门多拖一点时间。在挽留还有30多秒，这里直接控住，但是卡板卡得非常好。对，藤万过短的话，控制时间也会比较短。是。穷者甚至没有点门，他们是直接在原地调整起来了。因为传送好了，如果盲人点门的话，这个门是点不开的。没错，而且真的被他们博弈到了。是的。过来以后发现没人，怎么办呢？也没有藤万，赶紧充能一下地板，来个自然交易。耳鸣起了，藤万找人看到了，
找的是谁？勘探员，挂飞的勘探员。但是这一波磁铁直接弹开，没有让宠爱打倒。现在想去管沉默人了。但是身位太远了，他刚能续出来一个蝇头小利，而且等到他走过去，感觉这里能交自己，哎，不交吗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交，还是让监管者挂一下他。他这边是没有绝处逢生的。哦对，佣兵已经交过了，不好意思。那现在这个点来看，小门那边应该是不太好管了。求生者仍然是有一个人在中间卡着，感觉是想争一下。3%的门也要争吗？但是感觉有点难啊，会有点难。对，因为他是可以控门的。对，但是你看他们一直都没有点小门。对。哦，开点了，那可能就是保平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这边宠爱也没有打算继续往外找了，这打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。这开门战打了几分钟，一直在排人。对于宠爱来说可能会有点亏啊。是。陈某人那一波，如果说没有救下来勘探员的话，可能说会更好一点。对于他来讲，就是一个多抓面。对。但是当时宠爱还是压出去的有点早了。我觉得他在门在我的控场以及手椅，还是想艾维吧。他感觉可能艾维上限更高一些，选择了胜率100%的艾维。没错。但这个阵容他确实克制艾维，像拉拉队员和。这边的勘探员都是很难追上了拉队员，小木屋的勘探员，3连的佣兵以及右半场的飞行家。艾维选择在了小推1号机的位置，点位开局也只能先干扰一下密码机附身。这里小推出生，一世人先往木屋走，这里肯定是要等487过来附身一个陶片给他的，先干扰，把电击速度降下来，等闪现快好了再追击。是的。但是这边那个陶片好像覆盖不到密码机的一个范围，它是在木屋的外面，那比较好。对，看下一波异世人应该要找一下佣兵的位置。求生者他都是有提前防范的，没有靠近密码机。没错。哎，这里传了过来，不过487是卡这个青石子卡得很好啊，但是也很危险，这个青石值98。对，那这里看一下要不要主动看，哎呀，那翻过来有刀，给刀了。对。平地直接拿了一刀，还衔接上了本体的吼。没错，那这下开局的第一刀给的是有点快的。对，甚至飞轮刚才都没好，而且第二个技术 CD 也要好的。是的，而且手上也有闪现啊。这一波487他的飞轮得交得非常好，又得清闪现，又得清自己的青石值。传过去了，看飞轮。哦呦，而且他也给抵消掉了。对，而且他的青石值刚好拉满的同时吸晕了启言，所以青石值全部清空。对，而且基地现在叠到了27层，你没有办法用闪现击倒勘探员。没错。那现在启言怎么说呢？要不要先把拉拉队员给逼走呢？必须赶走。是的，这里感觉要赶走也要闪开了。哎呦，被博弈到了一个盖板。是的，487那边已经掉了，所以应该是要跟着附身，然后再考虑用闪现去击倒487了。哎，这手大家可以选太妙了。但他可以故技重施啊！你这边一附身我，对吧？我一个磁铁一交 ，OK， 这个地方不好闪的呀。他得规避一下这个闪现的身位。没错。那拉队员要不要再过来呢？还是说继续去破译？可能身位会有点远。手上是有飞轮加一个磁铁的，有机会操作，看487这波怎么选择。哦呦，这边触发了一下自己的被动、一个超级远的袭，对他触发了一下被动，让自己有一个移速增加。这里飞轮再次清掉一波满青石值。前面的话可能会被闪现击倒，不过做到该做到的全部都做到了。对，除了干扰到了一点拉队员的密码机以外，其实没有双纳雅问题。对。现在就看启言的一个控场节奏和自己的手椅能不能赚到一点东西了。哎，想把487挂在墓地这个位置，压迫一下求生者的第二台破译。是的，但是无所谓，这里小天可以直接去花园破译，然后墓地的就留给佣兵救完人以后再来破译就行。哎，对的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嘛，就排位里的话也可以这样去安排。对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讲，反正保平对吧？也不用争特别多的上限，这一波救好了，那我佣兵救2波；这一波没救好，那我可能说下一波就不救这勘探员了。哎，对，争取时间把密码机给拖够。看一下这波手椅，吼到了一口2下，新石值70多，小明得考虑怎么救啦。你博弈到了。是的，
已经很极限了，92的侵蚀值。对，但是他还是很稳的去把人掏了下来。落地有2阶，但是伊森的吼还没交，看一下什么时候交。哎呀，交完了，但是又被已经交了出来了。是的，起源一直没敢交，他就是怕487去选择提前放一些磁铁。而且小果冻这边已经过来开始打基地了，再次过来，这个地方隔着墙。一直在若有若无的一个走位啊，控得很难受。哎，不过还好是基地突然断了一下档，超过最大距离了。没错，就可能说刚好就是卡过了那个高墙。对。但是现在又续上了，起源没办法，被迫回来管佣兵。这佣兵你管得了吗？一个护腕排开，是根本不给你任何追击机会。他现在只能摁拖出自己的下一个闪现、下一个2阶等等技能来去控制487，看能不能直接把他秒了。对。因为487那边的一个基地还在叠，不过小果冻这会应该也不太会去离开487了。他俩现在得我摸一会儿叠一下，两个人得摸一会儿叠一下，身位得在一起，不能分开才行。是的，你看这边把它摸起来就不用叠了。来看一下最后一台墓地的密码机91，求生者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破一新的密码机了。而且佣兵他现在甚至可以去摸个道具，是给自己补充点道具，然后。小果冻这里给到墓地的密码机很大的压力啊！那边小天也在破译4号的密码机了。是。哎，也只能先给刀片。他现在传过去的话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拿不到刀。是的。地方再附身佣兵，有2阶，看一下吼到了，能起到一个上挂。是。但是你这么打倒的话，上挂也是直接压好的。哎，传过去想管一下墓地那台91的密码机。对。但这个地方也没法对小果冻造成很大的伤害了。那你传过去之后，可以487去，就是他们可以调一个求生者去给佣兵省下来这个绝处逢生啊。是的，然后拉队员继续给墓地这边压力。哎，密码机是小木屋的那台，3台。小木屋的那台是最多的。对，我还以为是大锤的开到90多，原来是小木屋的那台开的最多。那现在已经压好了，就等拉队员过来摸一下人。得传过去，先把佣兵挂上了。是的，再打一波手影。他现在这样的话，就让小天飞行家去贴大门。对，那从起源他现在很难去争到这个3抓啊。是他开门战，你就算想处理这佣兵，你也很难处理啊。他还有一个护腕，对吧？那你如果说去找挂飞的勘探员，他飞轮加2磁铁，也很难处理。打到了针对刀，是。但这个地方。打到针对刀后面一通电，你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续这个节奏。对，给到一个陶片，然后再把伊森招回来。是的，先控门。那现在求生者道具都很多啊，你会发现道具都很充足，所以有闪现你也很难击倒。是的，他们可以跟你去硬拖你的挽留啊，现在有点。变成监管者被架住了。对，因为你的挽留时间是1分1秒在流逝的，但求生者不给身位，我可以把这个时间无限拉长。是的。不过这里小明来到大门，给到了一波吸引，看一下。哎，这波可能有没有机会闪现击倒呢？直接交互提前打出护腕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！没错，谈到墓地，小门这里是想帮勘探员叠起来，然后让勘探员抢点门吗？这里给到了很多层的激励了。可以，只要叠到25层，他就不害怕被击倒了。是的，就我给你叠到25层，你强行冲进去把那个陶片按住，就你能奈我何？打一个这种配合。那现在挽留还有最后的1分钟，前仍然找不到有可以让他闪现击倒得进攻了。不管有没有机会，他现在都得进攻了，必须尝试用这个闪现击倒一名求生者。他其实一直在尝试呀，但是他脸上没人。他你走来走去，你发现这个闪现的身位根本不够。艾维这个监管者是这个样子，面对顶尖职业4黑，他很难找到一个他们不会给那么大的漏洞，对，不会给那么大的漏洞，甚至这里是翻了一个机械傀儡，还有一个傀儡，对，佣兵可能刚才翻的，在墓地翻完以后调过来点这个花园的门，唯一能让你追击的是一个傀儡，那你闪吗？对吧？闪片傀儡吧？对呀，那这能忍吗？那没办法了呀，挽留都要没了，追猎起了。一个傀儡玩了那么久，
再溜下去，他现在不飞也不行，必须把这个傀儡的电耗完才可以。是的，你再溜下去真就没电了。他这里爆了一波点，挽留时间要结束了，挽留时间到了。全武者可能在想准备4跑了。他那边有3个满状态的人，然后佣兵贴着墓地的这个地窖，怎么处理呢？很难处理啊。贤现在可能要被4跑了。 很大概率吧，因为你看，勘探员3个磁铁，对，飞行家有悬停，拉队员2个花球，只要佣兵躲好，没错，想骗一手，先吸一下，但其实对于钱来讲，两边也是可以硬控，但是大门现在就可以硬点了，因为你传过来，我是一刀不会被你打倒的，对吧？我就可以硬点。那现在小门又可以硬点了，反正只要是满状态的人在这里，我就不担心你传过来把我给秒了，哪怕有闪现身位又怎么样呢？ 现在最关键的点还是小明这里，如果他们想4跑的话，小明肯定是不能被发现的。对，再传过去控一下这边的小门。是的，但是身位实在太远了。对，但大门那边你又不好管了，这个门也是一点一点偷到了。哎，这2个人要偷开了。2个人，对他们怎么吸到一块去了？这磁铁应该是刚才想丢起人，丢到了小果冻身上，就看能不能拦截住487吧。大门开了呀，弹开。 已经要4个人一起冲大门了，对，已经不太好拦截了。闪现飞轮在顶，还可以利用这个极限距离翻个板，给到自己一个板弹。那这边拉队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拦截的。是的，最终成都狼队给到了一个4跑，恭喜狼队拿到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没错，太恐怖了。